风拂荷塘，自留一抹清香。大家好，欢迎来到河上清风。婆娑最喜欢的还是人间的各种小吃，美味异常啊！短短的几日，这个边陲镇已经让他吃了一个遍。最近又有人向他推荐了许多的吃食，他决定一一去试试。今天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彩色豆腐店。据说彩色豆腐店的豆腐不但好吃，老板娘长得更是漂亮，如同天上下凡的仙女一样。婆娑好奇彩色豆腐，也好奇这个天上下凡的仙女，所以婆娑要好好的跟上去瞧一瞧。彩色豆腐店铺面倒也不大，但桌子却是坐满了。一个粉色褂子的姑娘穿梭在期间，虽只有一个姑娘忙碌着，但她一点也不慌张。那张桌子要的哪种豆腐，她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粉色衣衫的姑娘文文静静的，行为做事极有章法。再说她头顶的七彩之石闪闪发光，显然是一个善心之人。再说她的长相，大眼睛，高鼻梁，典型的美人，说是豆腐西施也不为过。婆娑两人好不容易排到了位置，赶紧坐了下来。同桌的人瞧见这奇特的组合，面面相觑。和尚和漂亮姑娘一起来吃豆腐，这事情倒也是罕见。莫非这漂亮姑娘的豆腐不好吃？谭渊捉住那人的手臂，那人只感觉自己的一只手臂似乎是要断了一般，连连讨饶：“大师饶命，大师饶命啊！”一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围观的路人总是顾不上追根究底的，在他们眼中，谭渊便是在恃强凌弱。可如果他们见过婆娑欺负人的模样，就不会说谭渊恃强凌弱了。动静太大，竟然连豆腐西施都招了过来。豆腐西施认识谭渊捉的那人，不过是个地痞流氓。他打开门做生意，也不打算惹这些人，只是他天性善良，尤其见不得恶霸欺负人。你若是想吃，便留在这里乖乖的；若是不想吃，那么请你离开，不要打扰到我其他的客人。豆腐西施不过是个文弱的姑娘，但那恶霸竟然不敢反驳这豆腐西施的话，可见其中还是有些故事的。恶霸连连点头，谭渊见恶霸真心实意，便也放开了他。只是他的手臂怕是要疼上1个多月了。婆娑伸出指头，却被谭渊握住。这次用心去看，莫要进别人神海了。谭渊的话，婆娑自然是听的，乖乖地放下手指，朝着豆腐西施笑道：“姑娘好厉害，那人竟然怕你。”豆腐西施淡淡一笑：“他不是怕我，他只是怕大人。”婆娑还要再问，却被谭渊挡住了。豆腐西施将两人的动作看在眼中，倒也判断出两人是良善之辈，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追问别人的私事。他也瞧得出来，婆娑是真的好奇，而不是有意嘲弄。姑娘和大师要吃些什么豆腐？婆娑腼腆地笑了笑。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有些不好意思的。谭渊知道婆娑心中所想，便换着花样的将所有的豆腐都要了一遍。他每说一样，其他人的眼睛便瞪大1分，直到最后，他将所有的菜谱念完，所有人的眼睛已经瞪得如同铜铃一般大了。豆腐西施的眼睛本来就大，此刻是更大了。婆娑能从他的眼中瞧出不可置信、好奇的感情。每每去外面吃饭，别人总会这般看他们，其实都习惯了，不是吗？当然不是了。婆娑那可怜的唯一的羞耻心，就是害怕别人知道她吃得多。天知道她为什么独独在这上面有些羞耻心，可到底还是算些羞耻心。豆腐西施的眼神很快恢复了正常，她是个懂得轻重的女人，也是个聪明的女人。从两人的神情中已然瞧出，要吃这许多东西的是婆娑，而不是谭渊。她向来都是一个会给人面子的女人。大师，姑娘，这里的桌子怕是摆不下这许多的东西，两位若是不嫌弃，可以到后堂，那里有我常用的一张桌子，两位可以去那里坐。婆娑赶忙站起身，原本一张8人的桌子上坐了10个人，加上他们2个，统共12个，要多挤有多挤。好在现在他不必挤了，也不用让人围观他吃饭了，一举两得。
他自然很是乐意，心中自然对豆腐西施增添了许多的好感。后堂虽然不是十分精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反倒没有外面的大，想来应该是豆腐西施害怕婆娑难堪才说出的借口。婆娑心中自然十分感激。豆腐西施走后，婆娑蹭到谭渊身边，开始碎碎念：“这位姑娘倒是善解人意，体特非常啊。若我是男人，我也会喜欢这样的姑娘。”谭渊无情地揭穿：“可惜你不是男人，你自然也不会喜欢上那位姑娘。”婆娑娇嗔道：“那人家只是说个假设呀，你就非得揭穿我？”谭渊顺着婆娑的话语接道：“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好。”婆娑嫌弃地瞧了一眼谭渊：“你太没原则了。”谭渊一愣，合着自己是被下套了，一切都变成了自己没有原则。他倒是好好的欺负欺负，他们尚未成亲，婆娑便将他压得死死的，无论是鬼点子还是武力值，他都不如他。哎，想要反抗，似乎今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呜呼哀哉！婆娑笑道：“你别在心里面想东西了，我全部能看到的。”谭渊窘了个窘，那眼神仿佛就在控诉：“你怎么又偷听我心中的话？”婆娑一只手堵住自己的耳朵，一只手挡住自己的眼睛：“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听你说什么了。”谭渊，你别生气呀！谭渊有心整治婆娑，便拉着脸想要教育，可是话到嘴边，他却说不出来了，只是小小的警告一下，以后不许了。婆娑连连点头，诚意之至，就差赌咒发誓了。豆腐西施进屋后，瞧见婆娑蔫蔫的样子，猜测两人可能是闹矛盾了，连忙暖和气氛：“哟，两位说什么呢？说的这般热闹的。”豆腐西施虽然猜错了，倒也是好意，只是他们认识时日尚短，不明白两人其实是调情。豆腐西施的豆腐卖相倒是很好，颜色多变，与那七色的彩虹没有什么两样。婆娑真心实意地夸赞道：“你做的豆腐真好看，你很厉害呢。”豆腐西施怎么的赞美都听过，是否真心实意，他一听便听出来了。姑娘谬赞了，叫我婆娑。婆娑自报家门，谭渊紧跟其后。谭渊，豆腐西施微微一愣，他表面温柔可人，心中却有些淡漠。他原本以为两人只是过路的客人，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可是现在两人自报家门，他心中却有些触动。陆子瑜，婆娑吃了一口豆腐，深深的被味道着迷。子瑜，你做的豆腐不但好看，还好吃。说着，他毫不避嫌地将豆腐送到了谭渊嘴边：“你可也尝尝，可好吃，可好吃了。”谭渊就这筷子吃下去豆腐，入口即化，带着一股清香，自是十分美味。不过婆娑不经意的动作让他更为欣喜，比吃了豆腐还要开心。子瑜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多余，连忙告辞：“我先去招呼外面的客人，你们两个先吃。”“嗯，好，谢谢你，子瑜。”婆娑口中含着豆腐，说话含糊不清。谭渊十分自然地替婆娑擦了擦嘴角：“慢点吃。”脸上一片宠溺。婆娑连连点头，却顾不上谭渊。陆子瑜去外面不过1时3刻的功夫，等他进去的时候，桌上的盘子都已经空了。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忍住，将自己的好奇问出了口：“姑娘怎么这么能吃？”婆娑连忙推卸责任：“不是我吃的，全部是谭渊吃的。”边说还将自己手边的盘子推向了谭渊。陆子瑜失笑，也不揭穿婆娑拙劣的掩饰，反正被冤枉的人尚且没有说什么，他又何必提出来呢？陆子瑜将所有的空盘子收拾下去，又将桌子摆得满满的，笑道：“两位慢慢吃。”陆子瑜离开之时，还贴心地替两人关上了门。婆娑眼神一亮，新一轮的吃即将开始。婆娑埋头苦吃，谭渊在一旁苦笑。若是别人见了两人的模样，定然要逗得发乐。两人没有等来陆子瑜，却来了另一个人。此人一身荣华富贵，气度非凡。突然间见到内堂中的婆娑两人，神情微微一愣，便已然恢复正常了。“两位。”谭渊微微颔首。时刻，
婆娑眉毛一挑，这两人说话要不要这么简单明了？那人点了点头，一屁股坐在两人对面，埋头苦吃的婆娑忍不住抬起头。那人看清了婆娑的脸，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不禁惊叹：好一个绝色美人！他倒是没有什么邪心，只是单纯的欣赏美人。他活了30多年，见过的美人无数，从未见过一个纯真与媚色共存的女人。这下这人倒是对婆娑有了几分好奇，一个和尚，一个绝色美女，怎么样瞧着都是一个怪异的组合。来人虽是正气凛然，可惜印堂发黑，最近的祸事虽不至于要了他的命，但也会让他吃上一番苦头。你乌云盖顶，最近定然要倒霉的，可要小心一点。来人好奇道：哦，姑娘莫非会看相？婆娑放下筷子，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诌。不瞒你说，我是一个道姑，我与这位大师约好了这个月15的时候在楚州边界比试，没成想我与大师在路上相遇，便一起上路了，一路修行，只待月圆之夜与大师一决高下。婆娑的胡诌，就连他自己都骗不过，又怎么会骗得过其他人呢？我瞧着两位倒不像是比试的。婆娑好奇，那像什么？来人微微一笑，神秘道：像夫妻。来人眼色非常，自然看出了两人的不同，说起调笑他倒是一个行家。婆娑笑道：这你可猜错了，我们可不是夫妻，道姑和和尚又怎么能成夫妻呢？来人似有感慨，两人若是心心相印，身份地位又有何惧？能说出这番话的人，自然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婆娑想要探食神海，又想到谭渊说起的话，内心纠结一番，终于将手指放了下来。谭渊眼角瞧见婆娑的动作，心中欢喜，婆娑到底是将他的话放在心上的。来人眼色很好，两人的动作尽收眼底。原本婆娑动作之时，他也抬起了手，此时他却误会两人是别人派来的杀手了。未曾动手，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几分的把握。婆娑问道：难道不应该是门当户对吗？来人望了望门外，似是无奈至极。门当户对又怎能抵得上真心相爱呢？婆娑实在好奇，忍不住问道：你喜欢子瑜呀？来人一愣，平日中陆子瑜稳重异常，小心谨慎，如今竟然将自己的名字都告诉了另一个人，想来应该是相信眼前的两人的。可刚刚他分明看到这个美貌的女子要对他下手，莫非这两人当真不是杀手？他心中有了疑惑，试探道：两位不知是楚国人还是周朝人？婆娑未进神海，未曾听其心神，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弯弯绕绕呢？我不是楚国人，也不是周朝人，不过谭渊出生在楚国，应该算是楚国人了。那也不算，他是方外之人嘛。来人被婆娑一段话的绕得够呛，这姑娘是在自言自语吧？婆娑顺口问道：那你叫什么名字？是楚国人还是周国人啊？来人再次被婆娑的直言直语呛到了。婆娑往日尽人神海，如鱼得水，自然不会多问。可惜刚刚他忍住了，现在实在是心痒痒。周人是江枫。婆娑问道：江枫，你莫非就是人们口中的那个郡王爷？江枫点了点头。平常人若是听到他的身份，自然淡定不了。这两人除了刚开始之时的一愣，便没有任何表情了。江枫感叹两人气度之时，也肯定了两人不是杀手，只是两人到底是何来历。陆子瑜端着最后豆腐进来的时候，看见江枫微微一笑：你来了。江枫帮忙接过盘子，两人之间的动作倒是娴熟得很，可见平日里也没有少干这种事。想不到堂堂的郡王爷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到如此程度。陆子瑜抱歉道：婆娑姑娘，大师，今日的豆腐实在是完了。婆娑也不在意，豆腐没有了，我们明天再来便好了。只不过我和谭渊刚刚来到镇上，人生地不熟的，也无处可去，身上的银两也全部买成了豆腐。要不，子瑜，你收留我们好不好？陆子瑜还未开口，江枫便帮他拒绝了。不行，不似江枫的断然拒绝。
陆子瑜的拒绝要委婉许多。婆娑姑娘，若是你一个人，我便让你留下了。可谭渊大师到底是个男人，若是将他留在这里，多有不便。姑娘，还希望你能见谅。婆娑坚持道：“谭渊是方外之人，哪里来的男女之别？子瑜，求求你了，让我们两个留下来吧，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了。而且听说最近镇上来了一个采花蜂，专门采阳补阴，我们留在这里也能够照顾你啊。”陆子瑜显然不相信婆娑的话。采花蜂，婆娑姑娘不要说笑了，这个镇子不小，但也不大。如果真的来了采花蜂，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陆子瑜态度坚决，婆娑只能另找办法了。只可惜他说的话，陆子瑜不相信，江峰也不相信，回头对上谭渊无条件相信的眼神，婆娑心中微微一暖。他刚才当真见到了采花蜂，蜜蜂成精，已经学会分身之术。他见到的也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可就是这化身智商已然沾了不少女子的阴气，婆娑又怎能轻易地放过采花蜂呢？采花蜂停留在豆腐摊前面，自然是瞧上了陆子瑜的美貌。婆娑打定主要守株待兔，可惜待兔好歹也给他一个屋子，难道又要让他在屋顶上待个几天几夜吗？哎，就算是待个几天几夜也无可奈何，救人要紧。更何况他也瞧了整个院子，只有陆子瑜的房间可以住人。陆子瑜与江峰拒绝也是情有可原，他还能说什么？只能认命了。告别后，两人轻门熟路地爬上了陆子瑜的房顶。婆娑奇怪，为何有种久违的感觉？谭渊摸了摸鼻子，能不熟悉吗？所有的房顶都差不多一个样子，两人大大小小，一路上不知道爬过多少房顶了。天下房顶大同小异，今晚的月亮似乎格外的圆。向来不记日子的婆娑才想起来今日便是15，顿时有些小尴尬。婆娑靠在谭渊怀中，细细地梳理着谭渊衣服上的纹路。谭渊抱着婆娑，闻着她头顶的发香，一脸温和的笑容。人生得以真心相待之人，他这一生也不枉了。婆娑感慨道：“谭渊，我真想这辈子就这么靠着你，永远都这样的多好啊。”谭渊应道：“只要你开心，怎样都好。”婆娑心中甜蜜，想到两人经历过许多的事情，又是一阵感慨。我好像是喜欢上你了，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与你在一起，哪怕你只是对着我笑一笑，我心中也是欢喜的。瞧见你欢喜，我更是欢喜。我虽然愚笨，但也知道自己的心意。谭渊，我想我是喜欢你的。谭渊心神一震，万万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他摆正婆娑的身子，颤抖着声音问道：“你当真认清楚自己的心意了吗？”谭渊的小心翼翼，婆娑又怎会不知呢？这个男人待她这般的好，她又如何能够不心动呢？我想我是喜欢你的，我喜欢你，谭渊。婆娑一声声的喜欢，让谭渊的心仿若腾云驾雾，飘飘乎所以然，心中好是欢喜。谭渊还未来得及说什么，婆娑便打断了他，指了指下面。陆子瑜与江峰已然收拾完了所有的东西，江峰跟着陆子瑜走到了后院房间中，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好不别扭。江峰心中男女大防观念根深蒂固，从未进过他的房间，这下江峰突然跟了进来，倒是让他有些奇怪。江大哥可是有话与我说？江峰一横心，问道：“子瑜，你可愿意随我回到京都？”婆娑兴奋：“我就说这两个人关系绝对不简单的。”谭渊点头，虽然这是明眼人都能瞧出的事情，可既然婆娑高兴，他便由着让她高兴好了。陆子瑜微微一顿，迟疑道：“江大哥，你明知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若是嫁给你，岂不是害了你？”婆娑不解：“我瞧着子瑜姑娘一脸正气，倒是个好人，嫁给江峰又怎么会害了江峰呢？难道另有隐情？”谭渊应和道：“想来陆施主应该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吧？”这便是拒绝了。可江峰又岂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子瑜，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你也喜欢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呢？
陆子瑜为难：江大哥，你是郡王爷，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妇，更何况我还嫁过人，我又如何能够去祸害你呢？婆娑念道：原来子瑜嫁过人啊！子瑜瞧着不过10几岁的年纪，若不是他说，我还不相信呢。我瞧两人的年岁，江峰还娶过妻，谁知下面的江峰竟然真的说道：那我也娶过妻子，如今何离？你与我倒是天作之合。婆娑瞪大眼，嘎，让我说中了。谭渊无奈，原本偷听别人隐私就不对，但他们初衷是想要救人，只是没想到竟然会听到别人的爱恨情仇，眼前的姑娘还听得津津有味。陆子瑜拒绝道：江大哥，我又如何能够害你呢？我的过去京都的人只要稍作调查便知道了。你是郡王爷，娶了我这样的女人，你以后如何在京都立足，如何在世家立足？江峰得意一笑：傻瓜，诚然。我不骗你，娶了你，京都还是家族都会有反对意见。可是你要相信我，我能在京都立足，并不因为一个郡王爷的名号，而是我身上的战功。有了这些东西，我定然能够保你平安的。江峰将一块晶莹的玉佩拿了出来，交给了陆子瑜。陆子瑜疑惑：这是什么？江峰笑了笑，深情道：这是我母亲留下来的东西，让我交给自己未来的儿媳妇。我将这块玉佩给你，你明白我的心意吗？陆子瑜如何不明白江峰的心思？当初若不是江大哥救了我，我还在火坑中。他心中对江峰实在感激，江峰是他大恩人，可是他又如何能够祸害江峰呢？江大哥，我感激你救了我，可我已是不洁之身，我配不上你。江峰听到这件事，心中难受。对不起子瑜，若是当初我早些来，你便不会嫁给那个畜生了。陆子瑜赶忙说道：江大哥，此事如何能怪你呢？是我命中该有此一劫，你救了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更何况你还将这间豆腐店送给我。江大哥，你是我的大恩人，我做牛做马都还不起，怎么还能怪你呢？那你便嫁给我，只要你嫁给我，就算是报恩了。婆娑怒骂：太无耻了，这种人太无耻了。子瑜都不愿意了。谭渊摸了摸婆娑的头发，让婆娑镇定下来。我倒不这么觉得。对上婆娑疑惑的眼神，谭渊解释道：陆施主应该是害怕连累江施主，爱之深才会变招法的替别人着想。婆娑点点头：我明白了。下面的江峰自然瞧着陆子瑜口气坚决，心中一汗。临走前，将玉佩放在了门前桌上。江峰走后，陆子瑜将玉佩拿着手中，满目悲凉，似是想到了伤心之事，竟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婆娑犹豫：我们要不要下去安慰安慰他？谭渊摇头：让他自己哭一阵吧。陆子瑜的声音很小，就连伤心都被他隐忍着。这个姑娘隐忍得让人心疼，她不愿意麻烦任何人，却不得不依靠江峰。她喜欢江峰，却没有勇气与江峰在一起。美人因何事哭泣呢？莫非是情郎不在，寂寞难过？婆娑兴奋：采花峰来了，来了！她跃跃欲试，许久未曾动手，只是不知道下面的采花峰能挡得住她几下子呢？谭渊无奈地笑笑，眼中充满了对婆娑的无奈。谁知道围帐之后走出来的竟然是江峰。陆子瑜脸上又是泪痕，他赶忙擦了擦眼泪，试图掩饰自己的脆弱。江大哥，可是忘了什么东西？江峰邪魅一笑，凑近陆子瑜。陆子瑜与江峰一直发乎情止于理，江峰的动作将陆子瑜吓得后退一步。我忘了我的美人啊！陆子瑜面色一变，急忙跑到门边，只是却被江峰按在门板上。妖，美人这是要去哪里呀？陆子瑜回过头，柔和地笑了笑。我猜想江大哥应该还没有吃东西吧，我却给你准备一点。江峰眉毛上挑，依旧没有放开陆子瑜。美人还真是关心我呀，可是现在我不想吃东西，只想吃你。陆子瑜试图推了推江峰，却发现自己根本推不动。江大哥，吃我也要填饱肚子，有力气才是啊！婆娑惊叹：子瑜好聪明，
他已经瞧出那不是真的江枫了，他在想办法脱身。谭渊点头，陆施主确实聪明。婆婆好奇，他是怎么瞧出了的？在凡人眼中，他们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吗？谭渊道：面对心爱的人，又如何瞧不出来呢？婆娑反驳：那可不一定。当初庞青青不久没有瞧出顾天许的真假吗？谭渊认真分析，庞施主与顾施主也相处的时日并不多，更有意避嫌，一些细小的动作自然是瞧不出的。更何况若水那般了解顾施主，想要模仿顾施主的一举一动并不是很难。可是陆施主就不一样了，采花峰不了解江施主，更不了解他的脾气秉性，又如何能装得像呢？婆娑调皮道：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房顶上的两人聊天不亦乐乎，下面的陆子瑜却备受煎熬。他虽然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但也知道他不安好心。可惜江枫刚走，她一个弱女子，又怎能敌得过一个大男人呢？他须得好好的想个法子。陆子瑜媚笑道：江大哥，我去给你准备一点酒菜，我们边吃边说好不好？采花峰原本化作江枫的模样是瞧着两人应有私情。他虽然是个采花峰，但也喜欢女子心甘情愿，若是剧烈反抗，他也无甚好玩的。因此每次采花皆会化形，虽没有人将他的丑事揭发出来，他倒也是个附庸风雅的，笑道：美人赶紧去准备准备，等下我们好好的喝上几杯。陆子瑜连连应道，临走前还朝着采花峰抛了媚眼，只叫那采花峰浑身都酥了。陆子瑜跑到外院中，原本他只需开门逃跑便好了，只是不知为何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婆娑急道：他为什么不走啊？谭渊解释，想来应该是估计江施主的名声，他若是跑出去了，就连是得救了，镇上的人也不相信他们两个是清白的。怪不得呢，我说他干嘛不跑啊？原来是为了江枫。他既然那么喜欢江枫，为了江枫的名声都不顾自己的安危了，干嘛不嫁给江枫算了？谭渊无奈地摇摇头，这姑娘的智商是忽高忽低啊。不，准确的来说，是对女人的信念是掌握能力忽高忽低。陆子瑜放开了门栓，走到了厨房，准备了几个小菜，在酒中放了许多的蒙汗药，那分量绝对能够放到一头牛，更何况是一只蜜蜂呢？即使他修为再高，一包药也保证放到。谁知陆子瑜不但给酒中放了，还给每道菜里面都撒了。婆娑咽了一口唾沫，喃喃自语：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最毒妇人心了。久等不到的采花峰耐不住寂寞，走到了后厨，不过是10步的距离。如果现在他过去，陆子瑜的菜一定没有搅拌好。婆娑眼神一转，心中有了主意：我们下去，1步、2步、3步、4步，再有1步，采花峰便要走到厨房中了。届时他自然会看见陆子瑜的动作。陆子瑜想要跑的话，就难如登天了。陆子瑜的心本来就提到嗓子眼，突然通通通响起了敲门声。陆子瑜被吓得手中的筷子都掉了。等他回过头的时候，竟然看到了采花峰。幸好他得身子挡住了采花峰的视线，他发觉自己说话都在颤抖。有人来了。采花峰摆手：你先忙，我去开门。采花峰离开后，陆子瑜慌慌张张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筷子，也顾不得脏不脏了，赶忙将菜拌匀。采花峰开门倒是有恃无恐，反正这镇上还没有能将他制住的人，他又何必害怕呢？况且他现在的身份是郡王爷江枫，谁敢说什么？采花峰打开门的那刻，眼睛瞪得直直的，就差流下哈喇子了。婆娑心中厌恶，虽然他与江枫不熟悉，但也能看出江枫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采花峰顶着江枫的脑袋，对着他流口水，他心里面可厌恶了。江施主，贫僧与婆娑实在无处可去，希望在这里叨扰一夜。采花峰这才注意到有一个男人，还是个和尚。不过既然有美人送上门，倒搭一个和尚也没有什么打紧的。
采花蜂连连答应，将两人引进了内堂。正巧陆子瑜端着菜食走了出来，他白天是见过谭渊的身手的，眼见着两人折回，心中也安定不少。至少他们现在是3个人对上1个人，只有江枫之事，瞧来两人都是讲道理的，想必他解说一番，这两人也不会计较。婆娑上前接过陆子瑜手中的盘子，亲昵道：“子瑜，我和谭渊实在找不到客栈了，只能在你这里打扰了。”陆子瑜客气回应：“无碍。”采花蜂凑近婆娑身边，想必两位还没有吃东西吧？不如一起吃一点。婆娑点头答应：“好啊，想一想，今天真的没有吃什么东西，我还真的有些饿呢。”谭渊自然是婆娑说什么，他便是什么。4人坐在后堂的小桌子上，正好各据一方。采花蜂好死不死地坐在婆娑对面，对着婆娑暗送秋波。若不是好玩，婆娑才懒得搭理采花蜂这种道行低微的小妖精呢。采花蜂调戏婆娑：“婆娑对吧？你的娘亲一定是一个大美人。”婆娑问道：“从何得见？”采花蜂放下手中的筷子，开始了他的表演。只是陆子瑜的心却随着采花蜂的动作一上一下的，眼见着他快要将菜喂到嘴里面去了，谁知道最后竟然放了下来。采花蜂调笑道：“姑娘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蛴，齿如护膝，琴手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能生出姑娘这样美貌的女儿，姑娘的娘亲自然不会差了。不知姑娘的娘亲可还在？若是在，定然是风韵犹存；若是能将这2个绝色美人一起收了，岂不快哉？”婆娑虽未动用神海，也能猜到采花蜂在想什么。婆娑没好气道：“我娘亲早已故去了，她根本就没有娘亲的好不？”采花蜂惋惜道：“如此，姑娘实在可怜，只是不知姑娘许了人家没有？”婆娑拿起手中的筷子，顺手夹了一块豆腐丢进嘴里。陆子瑜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婆娑指了指谭渊：“他是我未婚的丈夫。”采花蜂不可置信地瞧着谭渊，干笑道：“姑娘何必骗我？他可是个和尚。”婆娑理直气壮：“我就喜欢和尚，不行吗？”采花蜂哑然：“行，当然行。等到他将人骗上床，发挥了他的绝技，看美人是否还痴迷于和尚。不过，美人这般喜欢这个和尚吗？莫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采花蜂不怀好意，在场的除了婆娑都听出来了。可惜婆娑嘴最快：“那当然了，谭渊身边好啊，比你可好多了。毕竟谭渊跟着他这样到处奔波，也没有过什么怨言，还能跟上他的速度，身体素质自然是好的。”陆子瑜与谭渊都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采花蜂却误会了婆娑的意思。他还以为婆娑说的是另一档子事情呢。你又没有试过我，又如何知道我不行呢？婆娑不屑地瞥了一眼采花蜂，一看就看出来了，你下盘不稳，平常练功的时候一定没有好好的练，还干些偷鸡摸狗、采花盗蝶的事情，修为好才奇怪呢。显然采花蜂再次误会了。下盘练功，莫非和尚有高招？他兴奋地问谭渊：“和尚，你不如教教我，我给你些好处。”谭渊脸色涨得通红，陆子瑜不忍直视江枫的脸，也转过了头。唯有婆娑一本正经道：“你要练功去找别人，谭渊是我的。”采花蜂再次误会：“美人放心，我绝对不是断袖分桃之人，我只是想要请教和尚，该怎样练功。”婆娑不知道怎地，竟然自动地过滤掉“断袖分桃”4个字，而是愤恨地瞪了一眼采花蜂：“谭渊练功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教你呀，看我不整死你！”采花蜂兴奋异常：“真的？”谭渊断然拒绝：“不行，就连陆子瑜都帮着拒绝，这可不行。”婆娑疑惑：“为什么不行啊？”他还偷偷地朝着谭渊使眼色。谭渊假装没有接收到婆娑的信号，2个人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让他如何答应啊？显而易见的，采花蜂在调戏婆娑，可惜婆娑个傻缺却没有瞧出来。采花蜂也怒了，难得遇上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些人出来捣什么乱呢？姑娘别管他们说的，你要叫我，我自然求之不得。真的，比真金还要真啊！陆子瑜却不由得两人胡诌了。他亲眼瞧着婆娑吃了那些菜，药效竟然还未发作。那些药是他用来迷老鼠的，绝对不可能不管用。有可能只是婆娑运气好，吃的是没有拌匀的菜。他笑了笑，夹了一筷子菜给了江峰：“江大哥，多吃一点。”每人主动夹菜，采花峰自然高兴得很，主动吃了好几口菜。婆娑也很高兴，一直吃着自己手边的豆腐。若是平日的陆子瑜，便会发现婆娑吃的都是他刚开始拌的一碟子菜，而他用脏筷子弄的菜全部被采花峰吃了。然而他心中害怕，又怎能注意到这些事情呢？采花峰倒了一杯酒递给婆娑，现在他更喜欢这个绝色美人了。姑娘要如何教我呢？婆娑反问道。那么你喜欢我怎么教你呢？采花峰的眼神在几人身上转了转。这里有4个人，我以前倒是没有这样练过，不妨今日我们试试。谭渊皱眉，陆子瑜心中暗骂其无耻，只有婆娑一个人在哪里傻兮兮地笑了笑。没问题，当然没有问题呀！谭渊阻止道。婆娑，莫要听他胡说。听不懂采花峰言外之意的婆娑一脸懵逼，他还自以为是地抬了抬眼角，示意谭渊放心，你要保证跟着我修行，日后绝对不能背叛我。采花峰自然什么都答应，连连点头，绝对没有问题。婆娑脸上露出奸诈的笑容。那你发誓？采花峰立刻指天发誓。我发誓在一生一世都跟着婆娑姑娘修行。婆娑却还不满意，是永生永世。算了，永生永世太长了，不如3生3世吧。采花峰补充道。3生3世。等他说完这句话，竟然头晕欲坠。为什么我觉得房子在震动呢？陆子瑜高兴极了，他知道定然是药效发挥了作用。只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江峰身上的衣服全部撕裂，露出了精壮的身体。陆子瑜转过眼，婆娑却看得兴奋不已。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江峰一眨眼之间变成了一只身形庞大的蜜蜂，摇摇晃晃地在地上打转。那肥硕的身体被细小的四肢支撑着，格外的滑稽。不一会，那只蜜蜂晕倒在地上，将它身下的地板全部压碎。陆子瑜听到身后没有了动静，等到转过身看到身边的庞然大物之时，摇摇欲坠，如同刚才的采花峰一般。婆娑赶忙将人抱在怀中，明知故问：“你没事吧？”陆子瑜摇了摇头：“我倒是想晕过去，可惜我晕不了啊。”嘎！婆娑万万没有想到，陆子瑜瞧着这么正经的人也会开玩笑。这是蜜蜂吗？它原来是一只妖怪呀！陆子瑜越说越害怕，便往婆娑怀中缩了缩。虽然他要比婆娑高上半个头，但是这般柔弱娇小的，瞧起来倒不是违和。婆娑委屈道：“你忘了我说过我是道姑的，我执意留下来就是察觉到你身边的妖气，想要保护你。可是你似乎觉得我在骗你。”陆子瑜如今真的是相信婆娑的话了，现在恐怕婆娑说什么他都会相信了。可是我们要拿他怎么办啊？婆娑安慰地拍了拍陆子瑜的手，小手一挥，庞然大物便飞进了婆娑的衣袖。陆子瑜好奇地抓着婆娑的衣袖瞧，怎么回事啊？就这么飞进去了？婆娑点头，笑嘻嘻：“当然就这么飞进去了呀！我堂堂一个道姑，难道还拿他没办法吗？”陆子瑜终于安心了，这只妖怪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呢，不如将他杀了，以绝后患。婆娑扬手，一只小蜜蜂出现在他掌心。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不愿意杀生，还是你来吧。陆子瑜捏着小蜜蜂的翅膀，就在他的手要捏下去的时刻，却想到了刚才出现的庞然大物，心中很是害怕，但也下不来手。但刚才这只蜜蜂下他的仇，他还未报呢。他提着小蜜蜂的双翅，在空中你能够摇啊摇，摇啊摇，直到小蜜蜂嘴角留下了一长串的水珠，他才放手。婆娑将小蜜蜂重新收了起来。他吃了你太多迷药了，现在还晕着，等明日的时候我们再审问。
陆子瑜点头，他现在是全身心的相信婆娑了。只是他，好啊，你知道我放迷药的事情，那就是你看着他在哪里欺负呢？你还是修道之人呢，就这么看着我被欺负。世界上没有不会撒娇的女人，就看这个女人是对着谁了。现在陆子瑜心中婆娑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位置，刚才那个温暖的怀抱让他有种有了依靠的感觉，似乎那是被人在乎、被人心疼的滋味。婆娑干笑道：“哈哈哈，时间不早了，谭渊，我们赶紧走，要不然找不到客栈休息了。”眼看着两人要离开，这可将陆子瑜给急坏了。谁知道会不会还来什么妖精鬼怪之类的？他可一点都不想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他扯住婆娑：“外面都这么迟了，还有哪家客栈会开门啊？我看不如这样好了，你们住在我这里好了。”婆娑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怎么好意思呢？你这里房间又不多，再说了男女有别，谭渊在这里多有不便。我和谭渊是不分开的。陆子瑜当然瞧出了婆娑的得寸进尺，只是他这里哪里是房间不多，根本是没有。可他实在害怕的紧，当然不会放过自己的定心丸了。不要紧的，房间不多，但也能收拾出一间屋子。我现在就去收拾收拾，反正后院的那个柴房收拾收拾也能睡人。男女有别，那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大师可是个和尚，就算不是和尚，他也会留下呀。婆娑目瞪口呆，节操呢？你白天的节操呢？收拾一间屋子，可我们是两个人，虽然我和谭渊情投意合，可还没有成亲呢，绝对不能够住在一起的。陆子瑜理所当然。当然了，这我明白，所以你和我一起睡呀，最好保护着他，他真的好害怕呀。婆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白日还是个冷冷淡淡的冰美人，晚上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抛弃节操的逗逼，反差何止是大呀！婆娑与谭渊道过晚安之后，便被陆子瑜拉到了自己的房间中。陆子瑜爬上床，乖巧异常地朝着婆娑招手：“快点，婆娑，我替你暖好床了。”婆娑囧啊囧，你这么主动，江峰有见过吗？婆娑躺在陆子瑜旁边，与他离了1尺之远，原本床变小，还要离得那么远，婆娑几乎是搭在床边的。陆子瑜爬到婆娑身上，枕着婆娑的胸口，才安心地吐了一口气。婆娑无奈道：“你既然害怕，为何不将江峰留下来？毕竟他是个男人，还喜欢你。”陆子瑜刚要说话，就被婆娑抢先：“不要说你不喜欢他，我又不是瞎子。”提到江峰，陆子瑜似乎又回到了白日那个淡雅如菊的姑娘。你是修道之人，定然不明白人间的等级尊卑。我与江大哥此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更何况我也配不上他。婆娑问道：“我瞧着你挺好的，为什么不肯向前走一步呢？或许你走一步，你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了。走不了，一个郡王爷怎么可能会娶一个娼妓为妻呢？”婆娑一愣，赶忙道歉：“他如何不明白娼妓的含义？对不起，子瑜。”陆子瑜从婆娑的身上爬了下来，将背转了过去。这段过往是他怎样都不愿意面对的，那是他一生的耻辱。他紧紧地抱着自己，似乎这样才能让他好受一点。婆娑主动爬了过去，抱住陆子瑜：“对不起，子瑜，真的对不起。”婆娑的怀抱很温暖，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人愿意这般不含杂质地抱着他，他心中欢喜。往事历历在目，他想向别人诉说他的悲苦。我11岁的时候，弟弟患了重病，阿娘便将我卖给了隔壁30多岁的好赌鬼。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还能过得下去。可就在我14岁的那年，我的相公赌钱赌输了，便将我买去了丽春院做了娼妓。14岁到17岁，本该是最好的年华，可是我却要伺候一个又一个的臭男人。后来我遇到了江大哥，他是个好人，那是第一次我和客人促膝长谈，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份。我实在是不愿意待在那个火坑了，便央求他带我离开。那他带你离开了吗？陆子瑜摇了摇头，没有，他是郡王爷，又怎么会在乎只有一面之缘的娼妓呢？
不过我偷了他的钱。陆子瑜俏皮一笑，完全没有刚才的悲伤。婆娑问道：“所以你为自己赎身了吗？”陆子瑜点点头：“我替自己赎了身，可是等我出了丽春院，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招呼男人。我很沮丧。”婆娑着急知道后续发展，赶忙问道：“那后来可是遇见了江枫？”陆子瑜道：“世界上又怎么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啊？我遇上了另一个男人，我以为我是遇上了自己的真命天子，谁知道他竟然将我所有的钱都给偷了，还将我再次买到了妓院。”婆娑震惊，他握住陆子瑜的手以示安慰：“子瑜，你……”陆子瑜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后来我被其中的一个恩客带上了土匪窝子，在那里受了很多的折磨。我害怕，你知不知道婆娑？我真的很害怕，那些人根本就是畜生。那段日子比我在妓院的生活还要难熬。婆娑将人抱在怀中，试图安抚陆子瑜的情绪。闻着婆娑身上的檀香，陆子瑜渐渐地安定了下来。好在后来江大哥终于来了，他救了我。我向他坦白当初偷了钱的事情，没想到他什么都不在意。可是我瞧得出他应该是有些伤心的事情的。陆子瑜终于笑了，脸上尽是释然。我将自己的经历说给了他听，我想告诉他，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活着我们就能够重新开始。江大哥也慢慢地向我敞开心结。我才知道，原来他在京都受到了陷害，就连他的妻子都与他和离。我虽然不知道以前的他是怎样的，但是我看到了现在的他。他在边境2年，立下了赫赫战功，终于重新被朝廷承认了。他也告诉我，他喜欢我。陆子瑜靠在婆娑怀中，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见过他以前的妻子，那次他来到了镇上，江大哥带着我去见了他。那样雍容华贵、气质典雅的女人，让我自惭形秽。如果以前对江大哥有着不该有的心思，那天也该都打消了。他们才是一类人，他们是云端之上的凤凰，我不过是路边的一朵野花。他们早晚还是会在一起的。只是陆子瑜的话，不知是在说服婆娑，还是在说服他自己。我从来不敢奢求什么，可是江大哥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婆娑，我动摇了。他说他会娶我，他要让我做他的新娘子。那为什么你不去试试呢？我害怕江大哥和以前的那些男人一样容易变心。若是有一天他嫌弃我怎么办？若是我的身份给他带来了麻烦，我带给他的只能是无尽的羞辱。我不敢喜欢他。婆娑最喜欢看的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在怕什么？既然现在他喜欢你，郎未娶，妾未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有一天他变心了，那你也离开。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他也没有什么值得你珍惜的了。他若是放弃你，是他恶不对，你又何必去用他的过错惩罚自己？陆子瑜抬起头注视着婆娑的眼睛，他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坚定。那我便试试，就只有这一次。第2日，江枫早早地来到了豆腐店门前，他希望他喜欢的姑娘打开门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他本该是京都纨绔子弟，犯了错被贬来这边陲小镇，就连他的结发妻子也与他和离。幸好最后遇上了他，他才能够重新活过来，重新捡起自己的信心，成为大周赫赫有名的将军。是的，他爱上他了，爱上了一个嫁过人的村妇。因为这件事，家中的老俊爷都被气病了，可他不想放弃。他总说是他救赎了他，可是他又何尝不是救了他呀？若不是他，他还是那个浑浑噩噩的模样。明日他便要离开了，他想要再问一次他喜欢的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他。谁知道打开门的不是他心爱的姑娘，而是昨日见过的和尚。心中不知为何升起了一股愤怒。谭渊瞧见门前的人，问了一声好，将江枫质问的话全部给压了下去。谭渊，婆娑欢快地接过谭渊手中的木板，将它放在了一旁。江枫瞧见婆娑，心中吃了一个定心丸。2位昨日又返回了。婆娑点点头，应道：对呀，昨日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了，
就只能来打扰子瑜了。好在子瑜心善，收留了我们。江风左瞧瞧右瞧瞧，子瑜呢？婆娑神秘一笑，他就在房间呢，你去找他吧。他出来的时候，陆子瑜正好对着江峰的玉佩发呆呢。江峰只要一进去，便会明白陆子瑜的心事了。他这样是不是做了好事？江峰道过谢后，走进了内堂。婆娑神神秘秘地拉着谭渊，我们赶紧跟上去瞧瞧他们说什么呀。谭渊却再也不愿意去听别人的隐私了，总归是些情爱之事。我们帮陆施主赶紧摆好桌子，等一下若是来人了，我们也好招待。那些话我以后说给你听好不好？婆娑满脸的不情愿，但到底还是听了谭渊的话，乖乖地帮陆子瑜收拾桌子。江峰走进内堂的时候，果然瞧见陆子瑜对着他的玉佩发呆，他心中惊喜异常。子瑜，陆子瑜掩饰地将玉佩藏到了身后，责怪道：“江大哥，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江峰笑道：“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了，还需要敲门吗？”陆子瑜没想到江峰竟然说得这么直接，脸上有些红了。江大哥，你胡说什么呢？江峰走到陆子瑜的身边，出其不意地抢过自己的玉佩。子瑜既然收了我的玉佩，就是答应做我的娘子了。陆子瑜试图掩饰：“我哪里收了？明明是你自己留下来的。”江峰温柔地将玉佩绑在陆子瑜的脖子上。子瑜，我这次认认真真的说，嫁给我好不好？让我以后照顾你。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点的伤害。我以后会好好的保护你。你是我的妻子，是我最爱的姑娘，是我一辈子要守护的人。如果这一辈子没有你，我的人生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子瑜，嫁给我，做我江峰的妻子。陆子瑜被江峰感动了，他听了婆娑的话，他终于将自己从层层的枷锁中挣脱出来。我答应你，我愿意做你的妻子，我以后会做一个好妻子的。久旱逢甘霖，江峰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终于得到了陆子瑜的答案，激动地将人抱了起来。婆娑听到里面江峰的欢呼声音，知道陆子瑜是答应了。他能瞧得出江峰对陆子瑜的深情，也能感受到陆子瑜对江峰的爱意。两个人既然彼此相爱，什么都不是阻拦他们在一起的理由。但愿他们能够携手走过一生。婆娑颇有感慨地靠在谭渊怀中。谭渊，他们这样可真好。谭渊摸着婆娑的头发，坚定道：“我们也会这样一辈子的。”婆娑点头：“是啊。”他初尝情爱滋味，心中甜如甘蜜。一辈子的时间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可若是能在这一眨眼的功夫中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什么都是好的。谭渊，我们也成亲吧。我想做你的妻子，不是说名分很重要吗？那我给你一个名分吧。谭渊欣喜若狂，将婆娑的身子扳正，面对着她：“婆娑，你当真愿意和我在一起吗？”爱一个人总是会变得卑微，尤其是爱得多的一方。谭渊爱婆娑，自然爱的要比婆娑身上许多，就连语气都是小心翼翼的试探。谭渊的笑像个二傻子，可婆娑就喜欢看见他这样二傻子的笑容。我愿意，既然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不能够做夫妻呢？我听子瑜说，夫妻是天底下最亲密的人，只要做了夫妻，那都是荣辱与共的，一辈子不分开。谭渊根本听不到婆娑后面说的一段话，他只是听到了婆娑说：“我愿意，心爱的姑娘愿意嫁给他。”他开心至极。婆娑也跟着谭渊傻笑：“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亲啊？”谭渊道：“成亲之事，还要我先去菩提寺还宿，我们才可以在一起。若是可以，他当真一刻都不愿意等了。”婆娑自然尊重谭渊的意见，也好，等我找到若水，我们去菩提寺。咦？婆娑皱眉，若水狡猾多变，找到他也不知何年何月了，那样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婆娑脑中灵光一闪，不如我们现在就去菩提寺帮你还俗，3天便能够回来了。谭渊瞠目结舌，婆娑何时这么恨嫁了？不过他心中很是欢喜呀，当然没问题。不过菩提寺离这里千里迢迢，我们要如何回去？这好办呢，看我的！婆娑甩了甩衣袖，
瞬间地面上多了一只庞大的蜜蜂。主人，原来婆娑让采花蜂立誓，只是为了定下契约。采花蜂如今作为婆娑的坐骑，自然要发挥所长的。婆娑小手一挥，一本正经道：“采花蜂，我查过了，你并未做下什么罪恶滔天的事情，但是你与女子交合吸食他们的阴气，已经是触犯了天道了。你便跟着我修行，直到你偿还了自己的罪恶，我便放你离去。”采花蜂毫无节操地叩首，力量面前，他不服都不行啊！主人说的是，婆娑，那我叫你蜂蜂吧，一直叫你采花蜂怪怪的。采花蜂心中呐喊，其实他是有名字的，不过他不敢说，只能弱弱地屈服了，谨遵主人教诲。婆娑手指一挥，豪气万丈。那么第一站我们就去菩提寺，你们要离开吗？外面这样大的动静，陆子瑜又怎么可能没听到？饶是陆子瑜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与他讲了，可当他真的看见采花蜂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惊叹出声。婆娑转身拉住陆子瑜的手：“子瑜，我们3天就回来了，我们也要去京都的，你且等等我们，我们一起去。”陆子瑜微微一笑，脸色通红：“婆娑，我在这里等你3天，你一定要回来。”江峰有些幽怨地瞪着婆娑。原本他与陆子瑜可以一起上路，陆子瑜现在又说要等婆娑，定然是要与他分开的。婆娑嘱托道：“记着，一定要等我。”完了，他又嘱托江峰：“你上京的路上，若是遇到美貌的女子，一定不能够与她说话。不，准确的来说，一路上不要和任何女子说话，要不然……”陆子瑜却比江峰还关心会如何。婆娑皱皱眉头：“要不然他会变心抛弃你。本来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告诉你们也无妨。江峰，这一路上你不要和任何女人说话，要不然的话，你以后不但会抛弃子瑜，子瑜的姻缘果也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江峰不以为然，姑娘虽然神通广大，收服了采花蜂，但未知的事情又怎能预测呢？陆子瑜却是相信婆娑的话，现在婆娑在他心中就是最厉害的人了。江大哥，你就听听婆娑的话，一路上不要和别人说话，好不好？果然心上人的撒娇还是有用的。江峰满口答应。婆娑见到江峰答应，心中也算是落了一块石头。他爬上采花蜂的后背，将手伸向了谭渊。谭渊借着婆娑的手，跳上了采花蜂的后背，稳稳地将婆娑抱在怀中。少女的清香让他痴迷，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还俗了。婆娑再次嘱托：“江峰，你路上一定不要与其他的女人说话，到时候后悔莫及。”看见江峰点头答应之后，婆娑才驾着采花蜂离开。采花蜂的速度很快，婆娑因为坐在前面，被不断呼啸而来的风吹得难受，便将自己的脑袋缩在谭渊怀中，瓮声瓮气：“谭渊，借我躲躲。”谭渊自然是乐意的，能让自己心爱的姑娘有个躲藏的地方，他如何不开心呢？放心，很快就到了。婆娑问道：“这是不是叫做见长辈呢？”谭渊想了想：“你说的没错，这次真的是去见长辈。”婆娑俏皮道：“你说，你带着我回去的时候，你师父会不会想要打死你？自己栽培的好苗子，结果被我给拱了。”谭渊哑然失笑：“有这么说自己的吗？”婆娑理所应当：“当然了，在我心里，你可是很好，很好的，也算是被我给拱了吧。”谭渊面对婆娑真的是无原则、无脾气、无立场，你说什么都好，只要你开心便好了。婆娑靠在谭渊怀中，闻着谭渊身上特有的檀香，心中很是安宁。他在奈何桥上见到了太多为情所困的人，也明白了世界上两情相悦难求，多的是求而不得。没想到竟然让他遇上了一个他爱着，并且也被爱着的人。谭渊抱着婆娑，心满意足。世间的情爱虽然如梦幻影，转瞬即逝，但若是真的能拥有一场真心的爱情，能遇上一个倾心的人，到底是上天在眷顾他。婆娑站在菩提寺大门面前，被眼前的巍峨庄严给惊呆了。谭渊，
你不是说过你们的寺院不大吗？这简直是太大了。这就好比原本以为见到的是只蚂蚁，谁知道竟然是一头老虎。谭渊笑道：“你进去就知道大不大了。”门前打扫的和尚也看见了两人，他迟疑了片刻，突然兴奋地冲向了谭渊：“大师兄，你回来了！”眼前的和尚俊秀不已，对着谭渊露出了一口大白牙，晃得婆娑眼睛都疼了。谭渊笑道：“谭静，你长大了，也长高了。”换作谭静的小和尚摸了摸自己的脑袋：“那当然了，师兄你都走了2年了，我肯定长高了。师兄你走后的这段日子，我们师兄弟都很想你呀，都在想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谭渊笑道：“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谭静这才注意到谭渊身边的婆娑，脱口而出：“师兄，你怎么将老虎带回来了？”婆娑诧异，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我老虎？她分明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美女呀，哪里和老虎挂上钩的？”谭静发觉自己说了什么之后，脸色涨得通红：“施主，贫僧实在不是故意的，实在是因为师傅说，越好看的女人就是越凶猛的老虎。我见了施主这一面，才会觉得施主是老虎的。”谭渊一指敲在谭静的脑袋上：“小滑头，不但买了师傅，还夸了婆娑。师傅呢？”谭静道：“师傅在大殿等着你呢。”谭渊惊奇：“师傅知道我要回来？”谭静点了点头，神神秘秘道：“师傅这几天都在念叨，说你快回来了，让我们在山门前等着。还说什么？”谭静犹犹豫豫地瞧了一眼婆娑，为难道：“师傅说师兄你回来是为了还俗的，还说你破了戒，再也做不成和尚了。想到从小照顾自己长大的师兄做不成和尚了。”谭静心中就闷闷的，他抓住谭渊的手：“师兄，师傅说的是假的，对不对？你还是和尚，还是会在菩提寺里面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对吗？”谭渊瞧着谭静期盼的小眼神，不忍心拒绝，但更不舍得婆娑：“师傅说的是真的，我要还俗，以后都不做和尚了。”谭静小眼神哭唧唧，丢下一句：“师兄讨厌”，便一路狂奔而走。婆娑再次瞠目结舌：“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被抛弃了呢。”谭渊无奈地笑笑：“谭静就是这样的性子，你别在意。”婆娑笑道：“我不是在意，我只是觉得他好玩。这么夸张的性格是跟谁学的呀？”谭渊答：“我们的师傅，菩提寺正好是早课时间，300多个和尚一起嗡嗡嗡的念经，可将婆娑吵坏了。”婆娑小小的抱怨道：“他们念经有什么没有你好听呢？你念经的时候，我觉得安静，可为何他们念经的时候，我觉得吵呢？”谭渊亲昵地伸出2只手挡住了婆娑的耳朵：“这样可还嫌吵？”婆娑开心地摇了摇头：“不吵了，就是心里面像吃了蜜糖一样。”过往的零零散散的2、3个和尚瞧见谭渊的动作，眼睛瞪得比牛的还要大一些：“大师兄，你怎么能领着一个女老虎呢？还动手动脚的？”谭渊无奈地放下手，到底还是顾忌在寺中。师傅在哪座大殿？问清了师傅的踪迹，谭渊带着婆娑正式的去见家长了。正如谭渊所言，谭渊的师傅智源看起来倒是挺和蔼的，他似乎知道2人要来，站在大殿门前微笑。身旁的弟子忍不住吐槽：“师傅都这样2个月了，终于等来了大师兄啊！”谭渊拜倒在智源身边：“师傅，弟子回来了。”智源扶起谭渊，脸上挂着柔和的笑容，高深莫测。但身旁的弟子却知道自家师傅那高深莫测的笑，可是无数个日夜练出来的。你可参透了佛？谭渊羞愧，弟子尚未参透，却已经入了红尘。智源了然的笑笑：“尘世亦是修行，修行不在长短，修行不在形式，修行修的是心。”智源身边的弟子依旧忍不住在心里面吐槽：“师傅实在是太可耻了，竟然还抄袭二师兄的话。师傅，我想要还俗。”“什么？”智源的声音突然间变得尖利，就像是炸毛的猫一样。谭渊顶着头皮又说了一遍：“师傅，
我想要还俗。智源气呼呼，我允许你将刚才的话收回去。谭渊坚持，师父，我想要还俗，我想要去尘世体验一番爱恨情仇，我已经动了心，再也不是和尚了。智源这才看见婆娑，话说这师徒的视力都不是很好啊。你是。智源指着婆娑颤颤巍巍，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婆娑也瞧着智源越来越熟悉，急忙在自己脑海中搜寻了一番。你是那个强盗。智源扑通一声跪倒在婆娑面前，大仙呐！其他和尚表示惊呆了。婆娑尴尬地扶起智源，对着谭渊尬笑：我如果告诉你我认识你师父，你会不会惊讶？谭渊瞧着师父的模样，转瞬间明白了，不会。婆娑接着说道：如果我说你是我，婆娑心一横，你是我捡到送给你师父的，你会不会惊讶？谭渊惊讶道：会的，我会很惊讶。婆娑掩饰地摆了摆手，其实也没有什么呀。你师父原本阳寿未尽，却不知怎么的跑到了黄泉，我就饿了他10天10夜。最后他听了胳膊地藏王菩萨的经文，突然间就醒悟了，剃度出家。后来我在黄泉中见到了一个小孩子，我瞧着他十分可爱，原本打算将他留下来陪我的，可是他是活人，还是个小孩，若是待在黄泉，必然魂飞魄散。最后我将他送给了你师父，那个小孩子就是我吗？婆娑开始点头，开始了尬聊。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啊，那也逗逼强盗现在居然还成为大师了，我怎么还会知道？我替自己以后的丈夫洗过尿布啊！谭渊哑然，智源扑哧一笑，就连身边的小和尚都笑出了声。智源是个老人精，从两人的神情、语气早已判断出关系不一般。如今听婆娑这样说，自然明白了。徒弟呀，你居然和黄泉，哈哈哈，在一起了，干得好，干得漂亮，不就是还俗吗？来来来，赶紧向我叩3个头，你就可以成亲了。智源身边的小和尚瞧着自己师父疯癫的模样，提醒道：师父，这是还俗，不是小事啊，你不能这么草率的。智源笑嘻嘻道：无碍呀，你师兄这是去修行，这是另一种道，你还太年轻不明白的。殊不知他的这句话给小和尚带来了多大的震撼。日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徒弟成为祸国妖僧的时候，被气得够呛。谭渊当即跪倒在智源面前，叩3首，多谢师父成全。智源笑眯眯：大仙，现在满意了吧？婆娑露出满意的笑容，两人心照不宣。智源露出婆娑牌猥琐的笑容：来，乖徒儿，快带新媳妇去见见你的师弟们。谭渊被自家师父弄得难为情，师父，还是算了吧。智源道：哎，哪里能这样呢？这新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呀。谭渊没有办法，被智源拉着在菩提寺中转了一圈，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与和尚讲上这样一番话：你们修行，你们的大师兄也修行，但是你们修行只是远离尘世，而你们大师兄的修行却是入了凡尘。以后你们修行的时候，多学学你们的师兄，还要你们师兄身边的这位姑娘，就是你们师兄的妻子。每逢这个时候，和尚都会倒吸一口凉气，而后智源又会凑到和尚身边小声的警告：别看这个母老虎长得好看，但其实很凶的，你们师兄这是被母老虎迷惑了，你们别被骗了。以后谁敢再给我带回来母老虎，我就打断你们的腿。如果智源不是谭渊的师傅，婆娑真的会上去打断他的腿。谭渊与婆娑被当作反面教材。在全寺晃悠了一圈，谭渊从小跟着智源长大，自然知道智源说了什么。他原本想要阻止智源的胡作非为，谁知道婆娑却挡住了他。没事，你师父不是什么坏心，更何况他说的也没有错，让他提前说一说也无妨。谭渊心中更是感动，委屈你了。婆娑倒是没觉得哪里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谭渊本意就是说给智源听的，自然没有压低声音。智源听到自己心爱的徒弟维护一只老虎，好不容易养大的白菜居然被拱了，他好心痛，
好心痛。婆娑无奈地笑一笑，她当真不是有意听见智源的心里话呀，而是因为智源已经将话说了出来。智源身边的小和尚扯了扯自家师傅的衣袖：“师傅啊，你说出声了，太丢人了。他可以不承认这货是自己的师傅吗？可以吗？可以吗？应该不可以昂。”谭渊也有些尴尬，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师傅啊？他也有些不想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师傅啊。两人离开之时，谭渊拉着婆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的徒弟。婆娑连连答应。智源挥着小手绢，哭唧唧与两人道别。智源身边的弟子全部不忍直视地转过眼睛，他们发誓，这货真的不是他们的师傅。婆娑放出采花风，可惜采花风被寺院中的经文弄得奄奄一息。婆娑愧疚道：“对不起呀，我忘记了你是妖精，还将你带进去。”采花风东摇摇，西摇摇，听到婆娑的话之后，头也不晕了，身体也不颠了。我采花风能得到大仙的道歉，我的天，我是走了狗屎运吗？婆娑无奈的笑笑，展开了衣袖：“你刚才也累着了，现在如果让你带着我们也不好。进来吧，我带你走一路。”采花风两双蜜蜂眼眨呀眨，瞧起来倒是挺可爱的。主人，你真好。以前我遇到的那些道士、和尚、神仙啊，都是要抓了我炼制丹药的。我从来没有遇上您这样好的人。婆娑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好了，快进来吧。采花风听话地钻进了婆娑的衣袖。世界上总是有许多奇怪的事情的，谁能想到与一只老虎身躯差不多大的采花风，竟然能够钻到婆娑的衣袖中，当真是不可思议的很。婆娑转过身，却当起了无赖。现在我们没有了坐骑，怎么回去呀？谭渊一语双关，你倒是可以回去，可我怎么办？难道骑你回去吗？婆娑想当然的反驳：我是一朵花，又不是动物，你怎么骑我？你个笨蛋，当然是我带你回去了。谭渊知道婆娑没有听懂他的混账话，嘴角挂起了一丝笑容。果然，黄泉之主在这件事情上面也笨得很。采花风却替自己的主子抱起了不平：主人，你别听这个和尚说的混账话，他根本就是欺负你，什么也不懂。婆娑疑惑：谭渊说什么混账话了？采花风恨铁不成钢地从婆娑衣袖中扔出了几本书：主人，你自己瞧瞧就明白了。谁料竟然被眼明手快的谭渊抢先了。谭渊接过书，瞧了2页，心中暗骂采花风。他就算是之前为了婆娑成亲的一句话恶补了一些知识，也没有采花风的这般流氓。谭渊眼神变了变，不动声色地将书揣到了自己怀中。婆娑也不会与谭渊呛书，只是询问：那是什么东西？采花风，让你长知识的。谭渊：无关紧要的。婆娑狐疑片刻，倒也没有计较，而是拉住了谭渊的手。采花风还以为书被婆娑拿着，若是他发现自己珍藏了几百年的宝贝被谭渊拿去了，估计都要气得吐血了。婆娑拉住谭渊的手臂：虽然我能够更快的回去，但谭渊你到底是肉体凡胎，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的，只能慢慢回去了。不过也好，1天就回去了。说罢，他又自言自语地算计道：我们来时用了1天多时间，在寺庙中耽误了1天，回去1天，正好，想必子瑜还等着我们呢。谭渊甚少见过婆娑腾云驾雾，彩色的祥云软绵绵的就在他们脚下，扶摇直上9万里的飞蓬，想必也没有他们飞得高吧。那一刻，地下的人似乎那么的微不足道，就连庞大的菩提寺也渐渐地变得渺小，似乎都是沧海一粟。人世浮浮沉沉，求得不过是心中所愿。当有一天飞到天上，俯瞰着众生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以前太过拘束了。突然，谭渊身上散发出一阵柔和的光芒，婆娑惊奇不已，伸出手触碰着包围谭渊的那道光。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一切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婆娑兴奋道：谭渊，你悟到了生死。谭渊也惊奇着瞧着自己身上的光芒。突然，谭渊怀中一枚玉佩飞了出来，婆娑将玉佩握在手心，却被玉佩灼伤。
可当谭渊接住被婆娑放开的玉佩时，什么感觉都没有。婆娑好奇地瞧着谭渊：“谭渊，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悟到了那么多的东西？你身上的佛光，只有真正的佛才能拥有，可是现在你却拥有了。莫非你前世是佛陀？”谭渊自己都好生疑惑，刚才自己不过是想了一些事情，缘何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婆娑的大胆猜测，他却不敢同意。你想的也太远了。婆娑被谭渊一提醒，觉得也是，想要成佛，就要摒弃一切的生死感情。可谭渊却什么都没有放下，自然不会是佛。婆娑也笑自己想的太多。谭渊绽开手中的玉佩，婆娑这才瞧见了玉佩的模样。玉佩简简单单，似乎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这块玉佩婆娑也是见过的，当初捡到谭渊也是因为这块玉的光芒。玉佩在谭渊手中似乎变得不那么的热了。师父曾经说过，让他下山去寻找他的因果，玉佩就是他最好的契机。刚才师父又告诉他，玉佩便是他的象征，更是让他好好的保护好玉佩，更不可将玉佩交给婆娑。他虽然不明白，但还是遵从了师父的吩咐。但不交给婆娑，却并不代表谭渊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婆娑。婆娑听完了谭渊的话，细细地盯着谭渊手中的玉佩瞧了瞧，他眼中放出了一道光芒。原本以婆娑的能力，世间上没有任何东西不会被摧毁，但玉佩却好好的躺在谭渊手心。婆娑心中有了猜测，却没有将猜测告诉谭渊，而是嘱托道：“谭渊，这玉佩想来应该是什么奇特的材质雕刻的，也算是稀奇。你一定要好好的保管，千万不要交给别人。”智远与婆娑都对玉佩颇为看重，谭渊自然会好好的保存。虽然知道两人各自都有事情瞒着自己，但谭渊从来不是一个爱追究的人。总归，这两个人都不会害他的。菩提寺智圆和尚的厢房中，一只纤纤玉手死死地扼住智圆的喉咙。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办法？智圆和尚干脆双眼一闭，两腿一蹬，装死起来。来人微微一笑，语气魅惑，眼波流转。难道你不说我不会自己瞧你的神海吗？智圆似是被这句话惊醒了，心中呜呼哀哉，无命休矣。紧接着咬断自己的舌头，鲜血流出，智圆已然逝去了。两人回到豆腐店的时候，陆子瑜果然收拾好包袱等着他们呢。婆娑开开心心地和陆子瑜抱在了一起。天色渐黑，婆娑顾忌着陆子瑜凡人身躯，打算住一晚再走。谁知道陆子瑜虽然吞吞吐吐，但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想要早一点见到江枫，休息一夜，也是顾着陆子瑜的身体。但是陆子瑜相思情切，婆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婆娑将陆子瑜家里面剩下的豆腐全部都装上，三个人开开心心的上路了。一路上，陆子瑜还是忍不住问婆娑：“为何你一定要让我等你呢？”婆娑也从未想要瞒着陆子瑜。其实你们各自的因缘果上不是对方的名字，你们就算是有了感情，也会无疾而终。陆子瑜显然不相信，你骗我呢？如果我们的感情会无疾而终的话，那为何当时你要劝我和江大哥在一起？婆娑突然俏皮地笑了笑，那是因为你们情深，你们的因缘果上渐渐地显现出了对方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两个不是同一因缘果的人，却有了对方的名字。陆子瑜沉下去的心被婆娑的话又给提了上来。你呀，一次将话说完整不行吗？婆娑笑道。说完整了，怎么整你呀？陆子瑜满不在乎地摇摇头，又问道：那你让我和江大哥分开走，难道是因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说起这件事，婆娑变得严肃不少。我曾经帮你们算上了一卦，江枫这一路上会遇到他因缘果上的那个女人，如果他能够抵得住天命，那你们的感情就经受住了考验。陆子瑜问道：若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呢？婆娑无奈道：他的因缘果上会变成另一个人，他不会再爱你。陆子瑜道：这简直是荒唐，就是因为他和别的女人说了话，他便会爱上那个女人吗？
这根本不公平，就算是天道也不能这样蛮不讲理。婆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将事实说了出来。不是因为他说了话，而是我觉得两个人若是相爱，一定会交流的，所以我让他这一路上都不要和别的女人说话。陆子瑜无奈，婆娑的这招显然似乎有些奇特。若是江峰遇上的是个哑巴呢？就算是不说话，他们也能交流啊。他心中有些责怪，也忍不住问出了口：为何你不让我和江大哥一起上路呢？那样我在他身边，他自然不会爱上别的姑娘。一直未曾出声的谭渊维护婆娑，婆娑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用意。婆娑当然听出了陆子瑜的责怪，但都是人之常情，换位思考，他也会生气。婆娑解释道：因为这一路上你也要接受考验，你的姻缘果上的人也会出现的，到时候你会选择江峰还是那人，也是对你们感情的考验。陆子瑜脸色恢复正常，保证道：感情的事，我不相信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改变的。突然他话锋一转，调笑道：谭渊大师还真是护着婆娑呀，你们两个的姻缘果上也一定是对方的名字了。陆子瑜纯粹是想调笑，但谭渊却真真切切地想要知道婆娑的姻缘果上是否是他的名字。婆娑瞧见谭渊一脸期待和陆子瑜好奇的眼，老实说道：我只能看见比我道行浅的，瞧不见自己的姻缘果，但我瞧过谭渊你身上并无姻缘果。陆子瑜追问道：这是何意？婆娑叹了一口气，还是老老实实的回道：说明谭渊这辈子不会有姻缘。婆娑捉住谭渊的手，信誓旦旦：但是你放心，感情这个东西并不是不可逆的，只要我们坚持，就算没有姻缘果，我们也能在一起一辈子。婆娑信奉天道，但谭渊有时候却不是那么的相信天道。婆娑在安慰他，可是他自己心中都没有底气。谭渊按住婆娑的手臂，笑道：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阻挡我们的。婆娑开心地点了点头，被喂了一把狗粮的陆子瑜不忍直视地转过了眼。三个人上路，再加上有个吃无底洞婆娑，三个人的干粮很快就完了。三人只能去客栈投宿了，谁知道却遇上了一个黑店。婆娑吃了带着迷药的东西，自然没事，可谭渊和陆子瑜却不一定了。婆娑还夸赞客栈的菜做的和陆子瑜做的味道差不多，其实哪里是味道差不多，是迷药差不多。婆娑有时候又是个傻白甜，等到两人晕倒在自己面前，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被一行人团团围住，婆娑才明白，他们这是遇上黑店了。婆娑与他们大眼瞪小眼，丝毫没有害怕的模样。一伙人围着婆娑转啊转，甚至还开始了一场辩论赛。老二，他为什么没事？我怎么知道？要不是你买的吗？是我买的没错，可是菜是老三做的，和我没关系，是老四端上去的，合着这关我什么事？难道不是老二买的药出了问题？你个大喇叭！药如果出了问题，为什么其他的两个谁的好好的？婆娑被转得有些头晕，喊道：不是你们的药有问题，也不是你们谁的过错，而是你们的药对我不管用。好了，我回答了你们所有的问题，现在该你们回答我了。几个人面面相觑，似乎也觉得十分的公平，异口同声道：你问吧。婆娑摸了一把并不存在的汗，这几人脑子是真的没有问题吗？你们是谁？我们是青龙山上的土匪。婆娑咽了一口唾沫，这些人还真的回答呀。你们来做什么？这不是山上没有吃的了？我们下来劫富济贫。婆娑诧异：我看起来很富有吗？你旁边的那个和尚给我们给钱，给了那么一大块银子，肯定很有钱。据我的观察，你和这个姑娘应该是被银僧威胁了。婆娑好奇：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那和尚好几次对你动手动脚的，你都拒绝，一定是迫于和尚的淫威。不过姑娘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等我们拿着这个银僧的钱，就分你一点，到时候你去逃命。婆娑问道：那这家客栈是你们的吗？不是，老板被我们绑在后院中，
婆娑无奈地皱皱眉头，这一帮傻缺，幸好人多，碰上的是他，要不然当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找个求生之路呢？没钱，没钱，没钱！婆娑赶紧阻止。好了，你们别说了，我知道你们没钱了。婆娑从谭渊的身上摸到了几张银票与几块元宝，递给了他们。你们拿着这些钱，好好的做些生意，或者去家乡种地，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他们也不客气，要走的时候要邀请婆娑一起。婆娑只能推说自己还有些事要去京都，他们也就没有追问。临走前留给婆娑一把刀，让婆娑自己解决了银僧。婆娑笑着点点头，也懒得解释，只是那递刀的人拿刀还不如一个厨娘呢。显然一行人都是没有杀过人的，这群傻缺还将迷药放得那么重，婆娑只能彻夜在前厅守着两人。谁知道这家老板的弟弟陈默却突然回来了。他原本在军营当差，这次是被特许回家看看。走到附近的时候，他便发现不对劲了。他赶忙跳进了自家的院子，却没想到在柴房中找到了被绑成粽子的哥哥和嫂子。三人又是一番叙旧，这才前往了前院。婆娑在三人来到之前，也趴在桌子上装睡，解释起来好累呀，还不如装睡的。看到桌上躺着的三人，来的三人也都惊呆了，自然地推论出三人是被打劫了。那妇人将婆娑扶上了楼，掌柜的眼疾手快地扶住了谭渊。陈默一双手伸出去不是，缩回来不是，睡着的到底是一个姑娘，他又怎么能够动手呢？婆娑与陆子瑜原本坐在一起，婆娑被扶走之后，凳子渐渐地倾斜，眼见着陆子瑜快要掉到地上，陈默赶忙将人捞到自己怀中。陈默这才瞧见陆子瑜的脸，他并非没有见过美人，但是这张脸却让他有了心动的感觉，似乎怀中的人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婆娑余光瞥到两人，心中无奈的叹息，该遇到的总是要遇到。谭渊睁开眼，见到的第一个人还是婆娑。婆娑拄着下巴，乖乖地坐在谭渊床边数着谭渊的睫毛，却被突然睁开眼的谭渊给打断了。那群傻缺放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谭渊的脑袋还有些发昏。婆娑将水递给谭渊，喝一点吧，喝点会好受一些的。谭渊接过婆娑给的水一饮而尽，没想到这个时候掌柜的却端着吃食走了进来。他瞧见谭渊床边的婆娑，吃惊道：“姑娘，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在楼上吗？你怎么找到大师这里的？”婆娑一一回答：“我醒来之后见不到谭渊，就到处找了，好凑巧，在这里找到了。”掌柜的也不怀疑婆娑为何会认识他，便将吃食放在了桌上。“大师，姑娘，你们都睡了一天了，赶紧吃些东西吧。”婆娑道谢，从谭渊怀中摸出了一锭银子，想要递给掌柜的，谁知道掌柜的却一脸尴尬地瞧着婆娑，还好心提醒道：“姑娘，大师是个出家人，更何况你们男女到底是有些差异，下次不要再这样了。若是被旁人瞧见了，你们可就惨了。”婆娑知道掌柜的是好意，但也不愿意与谭渊一直保持距离，便编了一个谎话：“掌柜的误会了，我和谭渊本来就是未婚夫妻。谭渊小时候身体不好，被家人送上了山，当了一段时间的和尚，这次是专门下来与我成亲的。”掌柜的了然道：“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婆娑扶起谭渊，装模作样：“掌柜的可知道与我们一起的那位姑娘在哪里？”若是掌柜的再注意一些，就会发现婆娑将他们的身份知道得明明白白。可惜掌柜的不太聪明。陆子瑜醒过来之后，急着上路。婆娑也感知到若水的气息。掌柜的弟弟陈默虽然舍不得陆子瑜，但知道陆子瑜已有婚约，也不强求，反而是送了他们一段路。三人到达大周都城的时候，却已经是1个月之后了。京都到底是一国龙脉所在之地，繁华非常，就连路边的小吃摊都多上很多。陆子瑜奇怪道：“婆娑，往日见你很喜欢吃这些东西，为何今日不激动了？”婆娑一脸难色，
不知道该怎样将事情告诉陆子瑜。突然，道路上锣鼓开道，鞭炮掣天，出现了一拨人，陆续不断的人形成了人墙。陆子瑜忍不住惊叹道：“十里红妆怕不过如此了。”虽然江峰也曾许诺给他十里红妆，可在他心中，只要和江峰在一起，什么都无所谓。路人也忍不住惊叹：女人一辈子要是能这样嫁一次，死了都值了。路人开始自顾自地讨论了起来。这次可是圣上赐婚，阵仗自然大了。银城公主与郡王爷的婚事，一个是皇上的玉妹，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两个人的结合，算是我大周的幸事了。对呀，上次见到十里红妆还是琼花公主出嫁，那怎么能一样呢？琼花公主是为了大周安危和亲，那十里红妆只能是我大周的耻辱。但是这次却不一样，江郡王可是大破楚国连城之后才赐下的婚约，郡王爷和银城公主原本就是夫妻，3年前和离也是因为郡王爷不思上进，如今郡王爷立下赫赫战功，和李将军平起平坐，与银城公主再次成婚，也是合情合理。婆娑扶住陆子瑜，陆子瑜淡淡道：“郡王府在哪里？”婆娑皱眉：“子瑜，他没能抵得过天道，你又何必强求呢？”“不，我不是强求，我只是想要当面问问他，是不是将他说过的话都当作儿戏，或者是有什么苦衷？”婆娑叹了一口气，拉着陆子瑜去了郡王府。婆娑若是真的想去一个地方，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即便是带着谭渊和陆子瑜。红色喜庆，江峰曾经无数次地向陆子瑜说过郡王府的建筑格局。不一会，陆子瑜便拐到了江峰的房间了。新房门口却没有一个人，似乎江峰早就知道陆子瑜要来。桌子上放着一个红布包裹，江峰坐在桌旁，神清气爽，面色红润，整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陆姑娘，江峰的称呼客气疏离。陆子瑜拉住江峰的手臂，语气祈求：“江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江峰眼中闪过一丝嫌恶，却没有甩开陆子瑜的手。“陆姑娘，当初许下誓言是我不对，我这里已经准备了钱财珠宝，以抵偿当初瞒骗姑娘感情之事。”陆子瑜不可置信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许下他一生一世的男人，可是如今一生一世的誓言还在耳边，可是这个男人现在却告诉他，当初的感情之事瞒骗。江大哥，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江峰终于忍受不住地甩开陆子瑜的手臂。当初他怎么会喜欢上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他心中一直都是自己高贵的妻子，那段时间到底为何会被这样一个女子所迷？就连江峰自己都想不明白。江峰的力道很大，若不是婆娑抓着，陆子瑜很有可能就被甩到了门框之上。婆娑怒骂：“江峰，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子瑜为了你千里迢迢地赶来京都，可你呢，不但不思量，还这样对待子瑜。”江峰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但仅仅是一瞬之间的事情。再看他的眼中虽有愧疚，却无深情。“陆姑娘，当初是我糊涂，但现在我已幡然醒悟，姑娘又何必执着呢？”婆娑没想到这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不了脸的男人。“你好不要脸，你只是失了姻缘果，却连人都变了。”陆子瑜拉住怒气冲冲的婆娑：“他不是变了，是一直如此。他一直都介意我的身份，以前是因为姻缘果的缘故对我那般好，如今没有了姻缘果，自然会介意我的过往。我怎么就那么傻，居然信了他的话？”陆子瑜脸上泪珠不断，眼神悲哀。江峰有那么一瞬的心疼，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动作。陆子瑜将江峰送与他的玉佩掏了出来，放在桌子上。他平淡的就像是还钱一样，可眼中的泪却止不住的掉了下来，掉在了玉佩上。“当初不对的是我不该信你的话，我怎么就忘了男人都是一样的贱？”江峰哑然：“当初确实是他不对，陆姑娘，你还是拿了这些钱财离开吧，你不适合出现在这里，若是被银城误会就不好了。”陆子瑜笑道：“你们还真是负心人配心机女呀！
当初银城公主来镇上的时候，似乎你对她很是冷淡啊，她对你也不见得多好，只是没有想到你们现在居然能在一起，不容易呀，不容易。”陆子瑜越说越开心，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如果能忽视他眼中源源不断的泪珠，如今他癫狂的模样让婆娑瞧得心痛。子瑜，我们走吧。他的姻缘果上已经不是你的名字了，留下没有任何意义了。陆子瑜转过身，灿然一笑：“婆娑，你告诉我，我的姻缘果上是何人？”婆娑虽然不明白陆子瑜到底要做什么，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将那人说了出来：“你的姻缘果上还是江枫。因为你心中惦念着他，爱着他，姻缘果上才会有那个人的名字，那如何能改得掉？”婆娑回答：“用你的灵魂与冥王交换，化作利刃，便能将名字改掉了。只不过，子瑜，那样的话，得到的只是一世的姻缘，可接下来的生生世世，你都要做冥王的仆人，做一个行尸走肉，没有思想，没有感情。子瑜，你别做傻事。”陆子瑜凑近江枫，祈求道：“江大哥，我们一起去求冥王，只要改了你姻缘果上的名字，我们今生就能够在一起了。接下来的生生世世，我与你一起做冥王的仆人，好不好？有我陪着你。”江枫大惊，一把推开陆子瑜，陆子瑜被重重地推倒在地上。末了，江枫还踩了2脚。“你疯了！你是个疯婆子！你简直是痴心妄想！莫说我不会喜欢你这种人尽可夫的娼妓，只要你碰我一下，我就觉得恶心。”谭渊挡住江枫的动作：“施主，你何必咄咄逼人？”婆娑赶忙去扶，陆子瑜却哈哈大笑，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婆娑，瞧，这就是我爱上的男人，他是怎么骂我的？当初爱着人家的时候，甜蜜箭一般的哄着，不爱了就是人尽可夫的娼妓。”陆子瑜目光坚定，眼神愤恨悲伤：“江枫，我陆子瑜爱上你，是我瞎了眼，你根本不配称之为一个人。当初你堕落无所依靠的时候，是我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救了你。”陆子瑜站起来，与江枫对峙：“你说过你会将自己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改了，其实你自己很清楚，你改掉的只是表面，你骨子里面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郡王爷。对呀，我这等娼妇又怎么能配得上你呢？我呸！是你江枫配不上我。”江枫瞧着疯狂的陆子瑜，眼神冷淡：“随你高兴便好。”陆子瑜靠在婆娑怀中：“今日别后，我断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将我从前与你心，必将付与他人。”江枫心中一痛，记起当初他教这句诗句时候的场景。那日他说：“我断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将你从前与我心，付与他人可，但我这辈子都不会不思量你，我一辈子都要和你在一起。若是你将真心给了别人，我便杀了那人。”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郡王爷喜欢豆腐西施，没有人敢去招惹豆腐西施，他也克己复礼，没有与任何男人有过深交。江枫心中一动，脑中不断地闪现出陆子瑜的影子。他记起了他最落魄的时候，是陆子瑜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是陆子瑜给了他鼓励，让他有了重新再来的机会。那个姑娘善良却也坚决，每遇到事情，只要吃他做的豆腐，他似乎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他将自己的经历也毫无保留地说过，可是他不在乎，是因为真的不在乎，还是爱他至深？他已经不记得了，只是他知道，他喜欢的姑娘也喜欢他，即使当初面对着高高在上的银城公主，他也从未有过那样的感觉。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爱情，但他心中到底还是介意的。他是一个男人，每次碰到陆子瑜，他都要在心里说无数遍，陆子瑜是他最爱的女人，当初的一切都不是陆子瑜愿意的，陆子瑜也是无辜的。子瑜，子瑜，子瑜，子瑜。江枫再次抬头的时候，眼前却空空如也。他知道今日陆子瑜回来，所以他平退了所有的下人，为的就是打发了陆子瑜。可是为何见了陆子瑜，他的心会一阵一阵的抽疼？
尤其是见着陆子瑜眼泪的时候，他恨不得自己杀了自己。可是体内似乎有一股声音在告诉他，不可以，陆子瑜不是他喜欢的人，不，子瑜是他喜欢的人。他刚才到底对子瑜说了些什么呀？江峰穿过走廊，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追回陆子瑜。子瑜，子瑜！突然，一个阴柔的女声在江峰耳边响起：“郡王爷，别喊了，人已经走了。你喜欢的不是陆子瑜，而是银城公主。你要时刻记住。”江峰听到这句话之后，眼中悲伤不在，口中喃喃自语：“我喜欢的是银城公主，陆子瑜只是一个贱人，是一个贱人。”陆子瑜走过长廊，停顿了一下：“我好像听到……算了。”他能听到什么呢？婆娑皱眉：“不，我也听到了。我们快回去看看。”婆娑拉着陆子瑜便走，可到了走廊的尽头，却是什么都没有瞧见。陆子瑜呵呵一笑：“我们听错了。”大周京都之外，婆娑将手中的符咒交给陆子瑜：“你好好的拿着这个符咒，一路上绝对没有妖魔鬼怪敢惹你。人心最是难测。但我在你身上设下了结界，3个月之内，若是有人对你起了坏心思，只要一碰你，保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不过你也要小心一些的，不过也不要紧，反正你……”陆子瑜不舍婆娑，但也不想待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反正什么？婆娑卖关子，天机不可泄露。陆子瑜道别：“婆娑大师，我要走了，以后有缘再见。”婆娑嘱托：“子瑜，你一定要保重。”陆子瑜与婆娑分别后走了2日，口渴难耐，终于找到了一个茶棚，但是茶棚之处没有任何空位。陆子瑜无奈之下，只能买了1碗茶端着喝。“姑娘若是不介意的话，与在下一起坐吧。”陆子瑜抬起头道谢：“是你。”沉默，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自己喜欢的姑娘。陆姑娘，婆娑收了宝镜，终于呼了一口气，事情终于圆满了。子瑜也遇到他的真命天子了。谭渊却有些担心，陆施主的姻缘果上不是还是江施主吗？婆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子瑜决绝，既然江峰已经不再爱他了，他自然也会放手。谭渊将人抱在怀中，闻着婆娑的发香：“如果我们也有这样一天，你会不会也像陆施主这样坚决？”婆娑安抚道：“莫说我们不会有这样一天，如果我爱着你，我断然不会嫁给别人。如果有一天我和别人在一起了，那么一定是我爱上那个人了。”谭渊皱起眉头，婆娑伸出手抚平了谭渊紧缩的双眉：“谭渊，你要相信我们的爱情，我们既然真心相爱，是不会分开的。”谭渊难得钻牛角尖，可顾施主与庞施主、白施主与小月儿施主、陆施主与江施主那个不是相爱的，为何最后他们没有一对是好结局？婆娑一一解释：顾天许和青青是因为青青的报复。青青要的根本就不是顾天许的爱，而是让顾天许和自己一样疼。白亦菲和小月儿不是不想爱，不过是他们放下了儿女私情，选择了保护苍生。子瑜和江峰完全是因为江峰心思不坚定，若是坚定，他便会与子瑜一样，而不是忘记子瑜。婆娑踮起脚尖，努力与谭渊持平，却还是低了一截。谭渊无奈地笑笑，低下了头：“谭渊，你是我的谭渊，你不是顾天许，也不是白亦菲，更不是江峰，我也不是青青，不是小月儿，不是子瑜。我们的感情与他们不一样，我们2个之间都是独一无二的。”谭渊揽住婆娑的腰，2个人额头对着额头，没有誓言，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是能够长相厮守的。婆娑失笑，无情地揭穿谭渊：“你是被他们几个的誓言给吓到吧？”谭渊刮了刮婆娑的鼻梁：“你就非得揭穿我呀？”婆娑撒娇道：“那我不是一时顺口啊，你别生气了好不好？”谭渊无奈：“你哪里瞧出我生气了？”婆娑理所应当，戏本上就是这样写的呀。谭渊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哪里来的戏本？婆娑本能的卖队友：“峰峰给的。”谭渊哄骗道：“我可以看看吗？”婆娑想了想，
终于还是坚定了摇了摇头。峰峰说过，你最好还是不要看得好。那如果我坚持呢？婆娑乖乖地将画本子拿了出来。如果你坚持的话，当然是给你了。当谭渊见到画本子上赫然而立的几个大字，差点气死。霸道仙女爱上小和尚，美丽女神囚禁小和尚，高贵神女杠上小和尚，女神仙哄夫360招。和尚爱上你的床。谭渊咬牙切齿：婆娑，日后不要再看采花峰给你的东西了。婆娑不解：为什么？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呀。不过看见谭渊快要喷出火的眼神，婆娑还是忍不住点了点头。好了，我以后都不看了。你别这样，怪吓人的。谭渊听到婆娑的保证，又恢复了让人如沐春风的那个模样。乖，这才听话。婆娑替采花峰担忧：你不会生峰峰的气吧？峰峰也是好意，他说我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有可能不太懂，所以才会给我那些东西的。谭渊笑道：不会，当然不会。婆娑还是替采花峰担心，我总觉得峰峰似乎要遭殃了。为了保护采花峰不受伤害，婆娑将谭渊看得紧紧的。原本谭渊只是吓吓婆娑，现在却是真的吃醋了。谭渊还俗之后还穿着僧人的衣服，无论是大周还是大楚的僧人，衣服样式都差不多。大街上一个美若天仙的姑娘追着一个和尚讨饶，可将正气值爆表的大周人给气坏了，甚至还有1、2个公子出来想要英雄救美。你这僧人好生无礼，则可这样对待一个美貌的女子？谭渊与婆娑本来也是戏耍着玩玩，谭渊没有当真，婆娑也没有当真，谁知道竟然碰上了英雄救美的人。婆娑不得不识好人心了。公子，谭渊没有欺负我，我们只是开玩笑。那人将婆娑护在身后，姑娘别害怕，有我在，是不会让这和尚欺负你的。这个地方的动静很大，很快便将其他人吸引来了，一转眼便围了一圈的人。这人也是好意。婆娑无奈地解释：公子，你误会了，我们是未婚夫妻，只是闹了一点小矛盾。这人显然是不相信的，指着谭渊再次询问：姑娘，你确定不是逗我？和尚什么时候能够娶妻了？谭渊：贫僧还俗了。芳儿，不得无礼。这个声音好生熟悉，他似乎在哪里听过，却也不太熟悉。那个声音似乎更加的清灵淡漠，但是这个声音带着更多的威严和对尘世的眷恋。众人十分配合地让开了路。婆娑没想到竟然瞧见了熟人江峰。江峰见到他们2个人也有些吃惊，眼神四处飘忽，似乎在寻找另一个人。可惜那个人已经离开了。江峰骑着马，旁边的放着一顶精致的轿子，旁边站着2行人，好不威风。婆娑嗤之以鼻，绕开别人，拉着谭渊就要离开，没想到被唤作芳儿的少年却不让婆娑离开。姑娘，你们当真是未婚夫妻？婆娑知道这唤作芳儿的少年是好意，也是担心自己，但婆娑当真懒得搭理江峰。公子你放心，我们真的是未婚夫妻。这名叫做芳儿的少年才放开了2人，只是婆娑离开之时，少年却说道：姑娘，你身上有种我姑姑的味道。轿中的人再次出声：芳儿不要胡闹了。婆娑偏过头，对着芳儿笑了笑：公子我与你有缘，能否在公子的府上叨扰叨扰？芳儿兴奋：好啊。江峰与轿中的人断然拒绝：不可。芳儿委屈，这位姑娘身上真的给了我一种姑姑的感觉。谭渊低声，虽然不明白婆娑是何意，但还是顺着婆娑的话：施主尽可放心。轿中人显然是生气了，也将谭渊与婆娑当成了欺骗钱财之人，吩咐身边的丫鬟给婆娑准备了许多钱财。婆娑也不客气，但是收了钱财的婆娑对着芳儿笑了笑。不知为何，芳儿便是明白了婆娑的意思，了然的笑笑。离开后，谭渊不解：我们？婆娑笑道：我们去捉妖。果然到了晚上，芳儿来请2人，身边还跟着一个绿衣服的小姑娘。婆娑赞赏的点点头：你很聪明啊。芳儿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姑娘过奖了，我叫婆娑，
芳儿扭扭捏捏，终于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了口：“姑娘，我可不可以叫你姑姑？”绿衣服的小姑娘听到芳儿的话，似乎是松了一口气，目光也友善了许多。芳儿见婆娑没有答话，心中有些忐忑。姑娘若是不愿意便算了，她与眼前的姑娘差不多大年纪，一个妙龄女子若是被人叫做姑姑，定然是不情愿的。婆娑无所谓道：“你若是喜欢，叫我姑姑也无妨。”芳儿惊喜，姑姑改口倒是十分的快。婆娑似模似样的摸了摸芳儿的脑袋，乖。绿衣姑娘与谭渊有些不忍直视的转过眼，差不多大的两个人，这副孤辞直笑的模样是闹哪样？婆娑自从听了谭渊的话，很少再入人神海。如果对什么事情感兴趣，怎自己去瞧，自己去看，乐趣倒也是无穷。原来芳儿竟然是大周王爷当年李晨太子之子，当今圣上的侄子。他口中的姑姑应该就是芳儿，对着婆娑道歉道：“姑姑，对不起，我实在不是有意骗你。”婆娑又如何会生气呢？我没有生气，没想到我还有一个王爷侄子。芳儿回忆道：“当初姑姑也会这般与我玩笑。”婆娑拦着芳儿的肩膀：“大侄子，以后我就是你的姑姑了，我会好好保护你的。”说话的时候，婆娑瞅着芳儿身边的绿衣姑娘。那绿衣姑娘似乎被婆娑的眼神吓到了，就连她自己都想不清楚为何要害怕。绿衣姑娘柔声道：“王爷，两位想必累了，先让两位休息休息。”芳儿恍然大悟，责怪自己不细心，瞧我忘了姑姑也累了。绿衣，你吩咐下人带大师去休息。姑姑，我带你去琼花院。绿衣似是不相信芳儿说了什么。王爷，琼花院是您为了。芳儿眼神悲伤，琼花姑姑已经去了，琼花院不过是个院落，让姑姑住了又有何妨？芳儿虽然这样说，但绿意却知道琼花院对芳儿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芳儿甚至都不愿意下人进去打扫。琼花院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朵花，每一个桌椅都是芳儿准备的。婆娑冲着谭渊笑道：“这2日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莫要让自己太多劳累，我会担心的。”谭渊笑着点头：“你也是，莫要太累了。”绿意瞧见两人之间情意绵绵，对着婆娑的敌意也减了几分。芳儿拉回婆娑的注意力，撒娇：“姑姑，我们快走吧。”似乎就像是一个抢糖吃的小孩，尽可能的将大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婆娑还从未当作姑姑，这下可是高兴坏了，连连应好。好，大侄子说什么就是什么。两个人和和谐谐，真的是一派和平的景象。若是忽视掉两人身后绿着脸的绿意的话，就更和谐了。绿意眼中婆娑可是让芳儿破了许多的例，她心中自然是担心的。女人对自己喜欢的男人总是看得很紧的。原本琼花应该4、5月份绽放，如今7月，却没有想到整个琼花院开满了琼花。只要是漂亮的花，婆娑都喜欢，洁白如玉，四处飘香，风姿绰约，清秀淡雅。婆娑伸出手接住了落下的琼花，芳儿记起那年也是一样的琼花，姑姑挡在她的身前，宝剑刺穿了姑姑的肩膀，可向来柔弱的姑姑竟然丝毫不让。那一刻她才知道，尔虞我诈的后宫中也有一个人会护着自己。芳儿在看婆娑，婆娑也在看她。姑姑，婆娑知道芳儿定然是真心实意的将自己当做了姑姑。芳儿，我与你姑姑真的很像吗？芳儿顿了片刻，摇了摇头。姑姑淡雅，婆娑姑姑更加漂亮一些。姑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婆娑姑姑那样好奇。姑姑温文尔雅，有着公主的气度；婆娑姑姑活泼可爱，娇俏异常。你们两个一点都不像，那为何芳儿会将她认作姑姑？那你……芳儿思索片刻，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是你身上有姑姑的味道，或许是你的笑。你笑的时候，我总觉得和姑姑很是相似。婆娑像个长辈一样拍了拍芳儿的肩膀，语重心长：“你放心，既然我是你的姑姑，以后会好好保护你的。”
方儿身为大周的王爷，身边从不缺保护他的人，如今一个娇小的姑娘说保护他，本是十分荒唐的事情，方儿却感动非常。姑姑，谢谢你。琼花院中的摆设十分的简单，后院还能开垦了2亩田地，种了许多珍贵的药材。方儿似乎没想瞒着婆娑，姑姑生前曾经说过，她想要替她的朋友种上一些药材。虽然我不知道她的朋友是谁，可我想要替姑姑完成这个心愿。婆娑好奇，可以和我讲讲你姑姑的事情吗？婆娑虽然好奇，但也不会为难人。如果你不想说就算了，我知道这有些为难。方儿笑了笑，这有什么为难多的？姑姑愿意听，我当然愿意讲了。方儿陷入了回忆。姑姑本来是大周的嫡长公主，当年姑姑出生的时候是7月，整个大周琼花绽放，姑姑因此被封为琼花公主。姑姑原本是大周最尊贵的女人，有多少的少年将军、王孙公子想要娶姑姑为妻，姑姑本该拥有最好的一切，可圣旨一下，她竟然将姑姑许给了全大周最有名的纨绔。婆娑就算是用着脑后根想，也能想到方儿口中的那个他，应当是先帝了。婆娑不过是一个看客，但对于方儿来说，这却是切切实实、无数次梦醒之时的噩梦。婆娑心疼道：“别说了，方儿。”面对婆娑的关心，方儿心中欢喜。姑姑，让我说，一个人情绪若是积压的久了，总是需要排解排解。姑姑本该等着她出嫁便好了，谁能想的父亲被逼谋反，黄奶奶被牵连，1日之内双双惨死。父亲的就将我送到姑姑身边。我去的时候，姑姑本是要提剑上朝，为父亲和黄奶奶挣个公道，追兵很快就到了，我害怕极了。方儿心中的伤痛再次被他自己用最残忍的手段扯了开来，原本千疮百孔的心被他自己扯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方儿说的简单，婆娑却能想象来当时的紧张刺激，方儿的无助彷徨。婆娑将高出他一个头的方儿抱在怀中，安慰道：“没事了，已经没事了。”婆娑身上的气味终于让方儿安静了下来，就如同当初琼花公主将她抱在怀中，一步不让地与那些人对持。怀中的方儿再次开口：“追兵没有人敢伤害姑姑，他们碍于姑姑的身份不敢上前。”没想到方儿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婆娑不得不用上安神咒，歌声缓缓响起，神秘而宁静。方儿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了下来。可是那狗奴才不顾姑姑的阻拦，竟然要捉了我去立功。他的剑那么的锋利，可是姑姑为了我迎了上去。姑姑本来是身娇肉贵的长公主，那个伤口差点没有要了她的命，可是那狗奴才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大概他认为一个没有了皇后、太子、相公庇护的长公主，没有什么好畏惧的吧。若不是姑姑曾经掌握了那狗奴才的把柄，那狗奴才也不会放过我。我是跑了，姑姑却被关在银州。银州荒凉，本是靠着大楚，那个地方虽然穷困偏僻，但那是我和姑姑一起过得最开心的日子了。美好的回忆总是短暂的。先太子虽然是他的父亲，但方儿对于一个1月见不到几次的父亲，没有什么大的感觉，反倒是一直陪着他长大的姑姑，为了他连命都不要的姑姑，是他一生的依靠。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却也快乐。可谁能够想到楚王突然间发病，银州很快便被攻克了。我和姑姑虽然逃离了银州，姑姑也去天蓝国借了兵，战事平息，皇位上的人也换成了四叔。姑姑本该是最大的功臣，可是最后只能落得一个和亲的下场。此刻婆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空气凝结了片刻，方儿才开口：“可是这一切都是姑姑选择的。她说那是她身为大周嫡长公主的责任，她享受了长公主的待遇，就应该承担长公主的责任。什么责任不责任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可既然姑姑这般看重大周，那我便替姑姑守着这座江山。”婆娑抚摸着方儿的头发：“方儿，你姑姑想要你快快乐乐地为自己活着，并不是为了她活着。”方儿愣了一下，
姑姑当初也是这般对我讲的。芳儿开心得很，她从婆娑的眼中似乎看到了她的姑姑，那个用包容她、爱护她的姑姑。姑姑，我带你进去瞧瞧吧。芳儿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将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婆娑。阁楼中的桌椅做工粗糙，坐上去甚至可能将衣裙刮破。芳儿有些窘迫地站在旁边，婆娑毫不在意自己的衣物，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面。椅子上的凹凸之处硌得她的屁股有些难受，但她还是微笑着夸赞芳儿：“你的手艺真好，就连谭渊都做不出这样舒服的椅子。谭渊，就原谅他吧，他这也是为了大侄子高兴啊。”得到称赞的芳儿真的很开心，拉着婆娑就要去看看其他的东西。撕拉，婆娑身上的衣物不负众望的破了，芳儿脸色通红，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耷拉着脑袋：“姑姑，对不起。”婆娑将扯破的裙摆挽了一个结：“没事，这样还漂亮了许多呢。”芳儿露出少年憨厚的微笑：“姑姑，谢谢你。”自从她的姑姑远嫁，她身边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样对待她。她能从别人的眼中看出仰慕、害怕、羡慕，却独独没有宠溺。她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如同当初的姑姑一样无条件的宠爱她。可是上天眷顾她，让她找到了另一个姑姑。她也不是什么良善之人，只是她唯一在意的姑姑是个善良的人。为了姑姑的疼爱、夸奖，她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婆娑会有那种亲切的感觉，就好像她的姑姑还在她的身边。整整一天，芳儿拉着婆娑在琼花院中看她的劳动成果。幸好绿意提醒，要不然芳儿也是要将自己的新姑姑饿坏了。王爷府的吃食当地是不错，满桌叫不出来的菜色，婆娑的口水都差点掉了下来。谭渊坐在婆娑左边，芳儿坐在婆娑右边，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将婆娑面前的碗填满。婆娑也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的碗解决掉，就算是婆娑的速度再快，也赶不上两人夹菜的速度。两人似乎在斗气一般，将婆娑的碗堆得高高的。谭渊知道婆娑不会被撑坏，可是芳儿不知道啊，担心婆娑撑坏的芳儿怒摔筷子：“大师，你是要将姑姑撑坏吗？”谭渊语出惊人，引人误会。婆娑绝对能吃那么多，毕竟是两个人在吃。谭渊说的本是婆娑袖中的采花蜂，但别人却误会了，尤其是芳儿。你这妖僧对我姑姑做了什么？谭渊明白芳儿误会了什么，可是他却什么都没有说，他在等着婆娑的答复。婆娑将口中的菜咽了下去，失笑：“芳儿，你误会了。我和谭渊虽然是情投意合，两情相悦，山盟海誓，但绝对没有做过越轨之事。”听到婆娑的话，谭渊都有些怀疑，以前他逗弄婆娑的时候，婆娑是否什么都明白？不过是扮猪吃老虎而已。婆娑的形容词每多一个，芳儿的脸色就轻上一分，但她不想让婆娑留下不好的印象，遂压抑着自己。大师以后说话还是明白一些的好，万一惹人误会，伤害了姑姑的清誉，便不好了。婆娑无所谓的摆摆手：“大侄子，不要紧的，人间的闲言闲语对我来说不值得一提。再说，我和谭渊本来就是要成亲的，别人的话我不会在乎的。若是因为别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就生气在乎的话，那我不是被气死了？”婆娑语重心长地拍了拍芳儿的肩膀：“大侄子，活着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开心。”芳儿对婆娑很好，对谭渊却冷冷淡淡的。除过上朝的时间，芳儿一直陪伴在婆娑身边。虽然芳儿很好，但是芳儿强烈的占有欲却让婆娑有些烦心。芳儿绝对不是他面前牲畜无害的模样，明着他的院子只有几个伺候的丫鬟，但琼花树上、房顶上、墙檐上处处躲藏的人。哎，婆娑无声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这次他认的大侄子不太好对付啊。婆娑正打算分身出去找谭渊的时候，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她是婆娑见过最高贵的女人，她的头颅仰得高高的，
婆娑抬起头，看到的只能是她的鼻孔。她身上的珠宝不多，但是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她的指甲保养得意，细细长长的手指翘着。她的声音很轻柔，但却带着让人不舒服的盛气凌人。她说话也够开门见山的，或许她根本懒得与颇多多说一句话。你不能留在芳儿身边。婆娑挑眉，哦，为何？银城提起裙摆，坐在了那张凹凸不平的凳子上。婆娑幸灾乐祸，懒得提醒。你的身份地位根本不配留在王府，更不配留在芳儿身边。银城公主是先帝为妃所生的女儿，琼花公主远嫁之时，曾经托她照顾好芳儿，受人所托，她自然要替芳儿做主。婆娑笑嘻嘻，那依公主所见，怎么样的人才能够站在芳儿身边呢？大胆！你竟敢只称王爷的名讳，还不张嘴！银城公主身边的人十分默契地走上前，想要扇婆娑耳光。婆娑一把挡住娇滴滴的丫鬟，生气道：“我很少见过像你这么自以为是的女人，江枫到底是什么眼光？不要温柔善良的陆子瑜，却喜欢上一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公主。”银城怒了，吩咐身边的下人拿下婆娑。婆娑也不反抗，任由两个男人将她压着跪下。银城公主不屑地瞧了一眼跪在她脚下的婆娑，如今被两个男人沾了身子，你说芳儿还会不会要你？婆娑错愕，被男人沾了身子，大姐，你有没有搞错？他们最多是动了我的胳膊。银城怒骂，简直是不知羞耻的小蹄子，妄想攀龙附凤，皇家岂是你能够算计的？婆娑毫无风度地翻了白眼。银城被婆娑的动作气得不轻，你竟然做出如此不雅观的动作，当真是粗俗不堪。婆娑无奈，好，我粗俗不堪，我入不了您的眼。你对我可还是有什么吩咐？若是没有，我便离开了。银城冷笑，示意婆娑身后的下人用力，竟似要将婆娑的手臂扭断。婆娑皱眉，这女心肠好生歹毒，若是普通人，这双手臂怕是要不得了。隐藏在暗处的人终于忍不住出手了。得罪银城公主会死，但主子回来若是见到婆娑受伤，他们也别想活了。救下了婆娑，那人才跪倒在银城面前，公主赎罪。婆娑姑娘到底是王爷的女人。银城一脚将人踢翻在地，好一个王爷的女人！本宫就算是杀了她，芳儿也不用拿本宫怎样。殊不知银城的动作实在是太大了，屁股上的一块布被凹凸不平的椅子扯了下来，露出了白色的礼裙。丫鬟赶紧脱下自己的衣服替银城遮掩，所有的下人也被吓得低下了头，唯有婆娑一人扑哧一声笑出了声音。银城将所有的气都撒到了婆娑身上，拿起桌上的茶壶便砸了过去。婆娑微微偏头，茶壶在他耳边划过，重重地摔在了他身后的墙壁。嚯，劲可真够大的，这一下子扔得可真够远的。银城脸色变得更臭了，从来没有人敢躲开，你当真是不想活了吗？婆娑在银城愤恨的目光中站了起来，冷声道：“我想活，但我的生死向来是我自己做主，而不是你。”银城似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拄着自己的手臂笑得花枝招展。本宫是大周的公主，你不过是一个贱民。本宫想要你生，你就得生；本宫想要你死，你就得死。婆娑无奈地摇摇头，真是有你这种鱼肉百姓的皇族，大周江山才岌岌可危。大胆，你简直是胆大妄为！你们快些将他拿下！婆娑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就算是芳儿留下来的暗卫也不敢偏帮了。只是下人的手还没有触到婆娑，便被远远地弹开了。银城公主吃惊又害怕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和尚，色厉内荏，莫非大师也要与本宫作对？谭渊关心的从来只有一个婆娑，他见到婆娑无恙，慌张的神色也安定了下来。公主何必咄咄逼人呢？银城面对男人的时候，总是比面对女人温柔一些的。大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婆娑姑娘辱我大周名声，本宫只是小小的教训一下，有何不对？小小的教训。婆娑愕然，
要了他的命，难道只是小小的教训一下？这女人湖州的本事可是不小啊！谭渊走到婆娑身边，对着银城微微点头。婆娑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会护着她。婆娑感动，握住谭渊的手，两人之间柔情蜜意。银城公主可被气得不轻，很少有男人会忽视她，她心里面生气极了，但还是要保持住她的风度。婆娑姑娘既然是大师的未婚妻子，就应该与大师一样懂些礼数。婆娑反问：“我莫非比你还没有礼数？你……”银城压下活剐了婆娑的冲动。婆娑姑娘来自乡野，本宫自然不会与你计较，只是姑娘应该明白，什么地方是你能够带的，什么地方是你去不得的。银城原以为婆娑会反唇相讥一番，但没成想，婆娑赞同的点了点头。我该去的地方，我自然会去，只是现在我需要待着这里，等我处理完我的事情，我自然会离开的。姑姑想要离开芳儿吗？俊俏的少年满脸怒气，眼神扫过跪在地上的人，让人不寒而栗。对上婆娑，却又变成了乖巧的少年，仿佛他刚才的威胁只是一个玩笑。少年再次开口，虽是询问，但却不容拒绝。姑姑真的要离开芳儿吗？婆娑无所畏惧。芳儿，时机到了，我便会离开。少年眼中充满了那被称之为受伤的情绪。姑姑是不愿意要我了吗？婆娑摸了摸少年的头发，你我都清楚，你的姑姑已经不在了。你找了一个又一个的替代品，却依旧不是你原来的那个姑姑了。芳儿躲开婆娑的再一次触摸，受伤的眼神满是愤恨。我若是想要姑姑留下来呢？婆娑肯定道。你阻止不了我。芳儿轻蔑地瞧了一眼谭渊，姑姑想要靠着他便离开吗？未免太过天真了。银城开口劝道：“芳儿，让他们离开吧，这是为了你好。”芳儿狠狠地盯着银城，只将银城盯得头皮发麻。他才移开目光：“姑姑，你真的不要芳儿了吗？你说过会永远保护我的。”婆娑直视芳儿：“我说过要永远保护芳儿，却没有说过要保护你。”芳儿脸色一变，可她脸色尚未变换的瞬间，婆娑已经扣住了她的喉咙。在场的人除了谭渊，全部大惊失色。芳儿身边的暗卫甚至没有看清婆娑是怎样出手的。银城大喝：“你快点放开芳儿！你们这些人在做什么？难道没有看到王爷被挟持了吗？快点救王爷！”下人扑了上去，却进不了婆娑的身子。暗卫折服，他们在寻找最好的时机。婆娑根本没有用力，芳儿自然是感受到的。你们不要动手，姑姑不会伤害我的。婆娑重重地拍在芳儿额头，可查探到的结果却让她大吃一惊。你是芳儿？芳儿点头，我确实是芳儿，可性格秉性会相差那样多，就连身上的气息都改变了。可查探之下，他才发现眼前的人确实是芳儿。芳儿对着婆娑憨厚一笑：“姑姑说的可是这个模样的芳儿？”婆娑被变换自如的芳儿吓了一跳：“你不是妖怪？”芳儿无奈地摇摇头，眼神宠溺：“原来姑姑怀疑我是妖怪。”芳儿好生伤心，莫非姑姑真的只喜欢那个懦弱的芳儿？芳儿拉着婆娑的手走到阁楼上，吩咐下人：“你们将银城公主送回去，还有不要上来打扰我和姑姑。”银城还想要说些什么，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出口。谭渊跟上了阁楼，芳儿也没有阻止，而是捉着婆娑的手臂更紧了一些。芳儿走上了阁楼，又恢复了那个人畜无害的芳儿。姑姑一会却变成了霸道冷血的芳儿，姑姑一会又是邪魅的一笑。姑姑，婆娑被唤了多少声姑姑，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最后只能崩溃地靠在谭渊身上。好了，好了，芳儿，你不必如此了。我明白你身上发生了何事。芳儿惊喜，姑姑知道发生了何事，她对婆娑的话深信不疑。婆娑点了点芳儿的额头：“你是三魂七窍错乱了。”芳儿好学问道：“何为三魂七窍错乱？”婆娑衰，这个时候你难道不应该问我为何会知道这些的吗？难道你不稍微的惊讶一下，或者是好奇一下？
更甚至于追问我。芳儿坚定地摇头，刚才姑姑对我出手，是怀疑我被妖精附身了，对吗？得到婆娑肯定的答案之后，芳儿对婆娑更加的信赖了。既然姑姑一切都是为了我，我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姑姑若是想说的话，自然会说，我不必过问。芳儿毫无保留的信任，让婆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芳儿看出婆娑的为难，善解人意道：“总之，姑姑一切都是我为了我好，姑姑永远都会保护我，对吗？”被信任的感觉如此的美好，美好到婆娑失去了所有的理智。芳儿，其实幸好还有一个理智的谭渊，我们不过是修行了几年法术而已。刚刚婆娑只是担心王爷被妖精所害，经过谭渊的提醒，婆娑的理智重新回到了他的脑袋之上。他怎么就忘记了大侄子的本性呢？腹黑，大大的腹黑，刚才是套他的话呢。芳儿微微一笑，将婆娑扯到自己身边，对于谭渊的厌恶丝毫都不加掩饰。姑姑，你身边的这个和尚可真讨厌。婆娑强调，你讨厌的那个人是我喜欢的男人，以后还会是我的夫君。芳儿眼中闪过一丝愤恨，随即她将自己的脑袋靠在婆娑的肩膀上，像是一个撒娇的大孩子。姑姑，你不要成亲好不好？永远陪着我，做我的姑姑就好了。她在试探婆娑的身份。婆娑面色未变，揉了揉芳儿的头发。大侄子，我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以后可是要娶妻生子的。芳儿神色黯然，姑姑不是说过会保护我的吗？难道还要离开我？婆娑对芳儿柔软的头发爱不释手。芳儿，除了战友，你可还记得你与姑姑曾经美好的过往？芳儿眼神迷离，嘴角上扬。记得，当然记得了。那个时候，姑姑只有芳儿，没有大周，也没有姑姑的爱人，只有姑姑和芳儿。我们相依相偎，世间上除了芳儿，姑姑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了。世间上除了姑姑，芳儿也不会将别人放在眼中。姑姑，我们的生活曾经安逸美好，但是那一切都被毁了。婆娑摸着芳儿的头发，动作轻柔缓慢，让芳儿不由自主地跟着婆娑的频率思考。姑姑，你说过会永远保护我，可若是保护我要用姑姑一生的幸福去换的话，我宁可不要。姑姑，你不要嫁去楚国好不好？芳儿带着你离开，永永远远都不回来了。大周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了，他们只是一群吸血的蛀虫，早晚会要了我们的性命。姑姑，以后之后你和我好不好？芳儿捧着婆娑的双手，将自己的脸贴在婆娑的手上，虔诚地说着自己的诉求，似乎这样婆娑就会答应他的要求。婆娑温柔道：“芳儿，我是大周的嫡长公主，这是我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我要负的使命。芳儿，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芳儿激动地甩开婆娑的手臂：“不，姑姑，是那些人逼你的。你只是一个女孩子，这一切都不该你来承担。你是养在花圃的娇花，是芳儿手心的宝贝，没有人可以逼你。”婆娑皱眉，加重语调：“不，芳儿，你明白，没有人逼我，是我自愿的。这是我身为公主该为我的臣民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了。这件事情让我快乐。芳儿，你懂了吗？”芳儿摇头，泪眼婆娑：“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伤害姑姑的时候肆无忌惮，现在却要让姑姑去替他们承担他们犯下的错误？这一切都是他们逼的。”婆娑拭去芳儿脸上的泪水：“负了我，伤了我的不是大周，我不可能看着我们的百姓流离失所，甚至连一顿米糠都吃不上。我大周嫡长公主的荣耀是他们给我的，我能为他们做的，便是争取3年的安逸。不，姑姑！”芳儿大喝一声，晕倒在婆娑怀中。婆娑轻松地将人抱起，放在了阁楼的床上。谭渊与婆娑坐在木桌上，等待着芳儿的苏醒。婆娑安顿好芳儿，便向谭渊解释，芳儿因为琼花公主和亲的事情一直自责不已，所以才使得自己的三魂七魄错乱。刚才我不过是激了激她，她便晕了过去。看来想要治好她很难。谭渊问道：“你是如何知道琼花公主的事情？”
婆娑勾了勾手指，谭渊默契附耳过去。当然是芳儿说的了，在他心中，琼花公主是什么模样，我便帮她临摹一个出来。刚才我用着琼花公主的语调说话，芳儿果然是入记了。刚开始我以为是别人附身在芳儿身上了，但是刚才我发现，一切都是芳儿逃避昔日的苦痛，将自己的三魂七魄召唤了出来，以减轻自己的内疚和苦痛。谭渊恍然大悟道：“他是不愿意面对曾经的过往，才会逃避。”婆娑赞许的点点头。若是想要帮他，无非是激他面对琼花公主和亲的事情，只要他自己面对了，自然会放下。若是他不敢面对呢？婆娑黯然。那么他的三魂七魄一直会占据着他的身体，直到婆娑瞥了一眼床上愁眉不展的芳儿，直到他永远醒不过来，他的三魂七魄便会占据他的身体，而真正的掌控者芳儿便会消失。谭渊惊奇，从未曾听说过如此光怪陆离的事情。婆娑凑近谭渊，直到谭渊俊脸微红，婆娑才移开。还有许多光怪陆离的事情你没有见过呢，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女孩子香甜的气味消失，她心中微微失落。有一件事情，她一直想问：我们何时成亲？婆娑傲娇地转过头。成亲之事，她原本也打算早些办了，可是，在上京的路上，她被陆子瑜贯穿了凡间礼节的想法，心中有些羡慕，也想试试凡人如何成亲。等芳儿的事情了结了，我们便成亲。不过，向来耐心的谭渊，所有的耐心都快要被婆娑磨完了。不过什么？婆娑主动靠在谭渊怀中画圈圈。不过人家想试试人间的礼节，人家婆娑似乎是第一次说两个词，但这不是重点。谭渊满口答应：“好，你说什么都好。”婆娑靠在谭渊怀中，想念陆子瑜，也不知道子瑜现在怎么样了。谭渊失笑，他又怎么会不知婆娑的心思呢？瞧一瞧不就知道了。婆娑差点高兴地从谭渊怀中跳起来。我真的可以看吗？谭渊笑着点头。傻瓜，我只是说不让你去窥探别人的隐私，但没说过不可以关心别人啊。顿了顿，他又说道：“你肯听我的话，我十分欢喜。”婆娑低下头，难得腼腆。以前乱看是我不对，我以后会改的。你说的话我都有听的。谭渊揉了揉婆娑的小脑袋：“我没有怪你，不是要看陆施主吗？不赶紧看吗？”婆娑扬起笑脸，在空中画了一个圈。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圈中竟然出现了陆子瑜的身影。天色已晚，陆子瑜却出现在大洲的街道上。婆娑疑惑：子瑜回来干什么？陆子瑜抱着包袱，在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将东西放好之后，他一个人悄悄地出现在郡王府的门口。郡王府大门紧闭，那扇门不但阻挡了陆子瑜，也将江枫的心隔开。婆娑恨铁不成钢，我原以为子瑜会离开和沉默在一起的，他真的是？难道他忘记了江枫是怎样对待他的吗？谭渊叹气，他只是爱得太深，不由自主而已。婆娑起身，这么晚了，若是出了什么事情就不好了。我去找她。谭渊拉住婆娑，这姑娘总是容易关心则乱，她现在一定不想让我们见到她，给她留些余地。婆娑听话地坐下。画面中的陆子瑜抱着自己的小包袱蹲在郡王府门口，没成想竟然真的被他给等到了。只是他等到了江枫，也等到了银城公主。江枫毫无顾忌地将银城公主抱下轿，看到角落中的陆子瑜，眉头微皱。银城公主亲昵地抚平江枫的眉头，两人到底是多年夫妻，言行举止自然一清二楚。可是有什么烦心事？江枫微微一笑，将银城公主揽在怀中。门外风大，我们快回去。银城顺从地点了点头。眼见着两人就要离开，陆子瑜伸出一只脚，可另一只脚却如何也伸不出去。他抵不过心中的思念，想要来看看江枫，却忘记了江枫早已成亲。那个女人不但有着尊贵的身份，还是江枫以前的妻子。江枫落魄之时，最伤心难过的便是自己的妻子与他和离。如今他得偿所愿，
与银城公主重修旧好，她大约是高兴的吧。若是知道两人会再次走到一起，她当初就应该答应江枫，至少还能快乐2年。可是现在他一切都不属于他了，他又如何能够与银城公主相提并论呢？我断不思量，我断不思量，我断不思量。陆子瑜脸上流下一行清泪。我如何不思量？我该如何不思量他呀？夜晚的风很大，陆子瑜穿的本就单薄，裙摆飞扬，7月暖风却让他发寒。他一个人走在空旷的街道，心中很是难过伤心。城门早已关闭，陆子瑜只能先回客栈了。伤心失落的他却没发现他的房间中灯火通明。当他推开房门的那刻，眼睛亮了，就像是盲人恢复光明一般，终于看到了世界的美好。江大哥，江枫皱眉，口气生硬：“你不是离开京都了吗？为何还要回来？”陆子瑜错愕，因为江枫的一句话不受控制地流下了一行泪。我只是不死心，想要回来看看你是不是有苦衷。他的爱卑微屈辱，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可江枫脸色却丝毫未变，以后不要出现在银城面前，银城不是你能够接触的。陆子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是个姑娘，无论以前受过多少的痛苦，都只是一个姑娘。她心中还是期待着她的爱情。可是当她找寻到自己爱情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她喜欢的人以前不过都是戏耍她。她爱着的是那个高贵典雅的公主，而不是卑微到尘埃中的她。江枫不知为何看到陆子瑜的眼泪，他的心也跟着疼了起来。眼前的这个姑娘，他曾经倾心爱过，可有一天他不喜欢她了。陆子瑜发现江枫脸色苍白，赶忙上前查探：“江大哥，你没事吧？”江枫一把推开陆子瑜：“你让开！”陆子瑜被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却顾不得自己身上的疼痛，赶忙爬了起来：“江大哥，你怎么了？”江大哥！江枫凶狠地推开再次站起来的陆子瑜，冲了出去。陆子瑜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终于，陆子瑜在巷子角落找到了晕倒的江枫。陆子瑜花容失色：“江大哥，江大哥，你醒一醒啊！”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陆子瑜只能自己将晕倒的江枫背了起来。陆子瑜本来就是一个娇小的姑娘，若是背起高大的江枫，简直是痴人说梦。可她就是背起来了。她背着江枫，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馆。陆子瑜额头尽是汗珠，因为太过用力，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可他还是凭着最后一丝力气砸开了医馆的大门。幸好遇上了一个好心的大夫，听到大夫说江枫无碍，陆子瑜才放心地晕了过去。婆娑站在陆子瑜床边，心疼不已。这又是何苦呢？谭渊让婆娑靠在自己怀中，他如今能给他的只有无声的安慰了。也许是记挂着江枫，陆子瑜很快便醒了过来。等他睁眼的一瞬间，床边的两人已将消失不见。陆子瑜找到了隔壁的江枫，瞧着江枫的睡颜，他才安心。不要离开我，不要，不要！江枫似是做了噩梦，整个人都陷入了梦魇，双手乱挥乱抓。陆子瑜赶忙将自己的手递了上去：“我不会离开你的，江大哥，你放心吧。”得到了依靠的江枫脸上的神情终于安定了下来。银城，你原谅我，这些坏习惯我都会改的，只要你不离开我。陆子瑜听到江枫的话，苦笑连连。原来自始至终你心中在意的只有银城公主，我真傻，我怎么会相信你的话？我还以为你真的会喜欢我，原来我只不过是你寂寞之时的一个替身。相公，你家娘子不但年轻漂亮，对你还真好，在你床边守了一整夜呢。你们可真恩爱。昨日我进去送药，看见你捉着你家娘子的手不放呢，嘴里面还念叨着她的名字，吟什么来着？这位相公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当真是你的福气。瞧瞧我家的黄脸婆，对我可没有那样温柔。对呀，瞧你家娘子比相公你要小上许多，日后你可要好好的看着，要不然被小白脸抢去了，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那位姑娘啊，早上已经退房了，至于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这人来人往的，穿素衣的姑娘多了去了，我怎样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呀？”江峰追赶了5里地，却什么都没有追到。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追，甚至不知道追到了要与陆子瑜说些什么。可不知为何，他的心很痛，似乎这一别，两人就真的再无见面的机会了。明明那个女人不过是一个该逝的娼妇，可为何他的心会这么痛？江峰浑浑噩噩地回到了郡王府，面对温柔大方的银城公主，也扯不出一丝笑容。他思念的人如今在哪里？陆子瑜安顿完所有的事情，原想着离开，却不成想在路上再次碰上了陈默。陈默摸着自己的脑袋，憨厚无比：“陆姑娘，我见你离开，有些放心不下，才来寻找的。”陆子瑜不信命，也不信因缘果，他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因缘果，当真能让另一个人爱上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你跳到水里面，或许有人会将别人的性命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但绝对没有人会因为几面之缘而甘心情愿为了另一个人去死。陆姑娘，陈默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陆子瑜不耐烦：“你到底跳不跳？”陈默犹豫片刻，陆子瑜不屑一笑：“瞧，因缘果又如何？还不是抵不上自己的性命。”陆子瑜离开的时候，却听到扑通一声，他惊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陈默疯了。陈默在水中扑腾了几下：“陆姑娘，我不会水。”陆子瑜再也顾不上许多，跳下了河。陈默捂着被子，握住了陆子瑜递上姜汤的双手：“陆姑娘，我……”陈默的耳朵很红，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姑娘表白，心中忐忑，甚至比上战场还要更甚。“陆姑娘，我喜欢你，想要娶你做我的娘子。”天哪，他终于说出来了。战场上骁勇善战的悍将，现在却变成了一只小绵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陆子瑜的反应。陆子瑜脸色一变，当真是因缘果的威力吗？莫非因缘果真的是抗拒不了吗？可为何他心中的人还是江峰？沉默失落，放开陆子瑜的手：“陆姑娘，对不起，是我鲁莽了。”陆子瑜微微一笑：“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让你去跳河，其他的事情与你无关。”沉默似是又找到了希望：“陆姑娘，我……”陆子瑜放下姜汤，堵住沉默的话：“我知道你累了，我也不打扰你了，你好好的休息吧。”沉默挽留：“陆姑娘，我是真的喜欢你。”陆子瑜叹了一口气，将自己的经历全部讲给了沉默，只是隐去了江峰的姓名和身份。陆子瑜心中有些忐忑：“你现在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了，还会喜欢我吗？男人不都是喜欢冰清玉洁、高高在上、能够仰望的仙子吗？”沉默握住陆子瑜的手，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动作有些唐突：“陆姑娘，无论以前你经历过什么，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那个男人不珍惜你，或许只是不够爱你。他若是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开你的手了。”沉默知道自己如此说很是卑鄙。那个男人或许有什么苦衷，或许是被人威胁了，可那个男人是他的情敌。陆子瑜心中还爱着那个男人，他是小人也好，卑鄙也好，他只是想要将自己喜欢的姑娘留在身边。陆子瑜喃喃自语：“只是不够爱吗？”沉默趁机将陆子瑜抱在怀中：“那是那个男人不懂得珍惜你，不明白你的好。子瑜，我爱你，给我一个机会去爱你。”他也曾经历过男女之事，知道女人大多会因为感动爱上一个男人，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陆子瑜感动。陆子瑜试图推开沉默，可惜力量轻微：“你先放开我。”沉默知道逼不得，只能放开陆子瑜，恢复到一脸的牲畜无害：“子瑜，我刚才对不起。”陆子瑜偏过头，不愿意面对沉默：“你好好休息，我去替你抓副药。”世间上总是有许多巧合的事情。江峰再次遇上陆子瑜的时候，陆子瑜真被一个男人纠缠着，他的手抱起了青筋，想要帮助陆子瑜，却因为轿子中的银城公主久久不动。他在马背上昂扬，
他却在下面被以前的恩客调戏。他想要出手相救，却碍于自己的颜面和银城公主，与他擦肩而过。他的心终于沉到了谷底。他看着他的马缓缓而去，泪掉到了地面上。沉默出现的真是时候，不但救了他，还使了一招苦肉计。陆子瑜心中感激，也终于明白沉默才是自己的良配。那个高高在上的郡王爷只不过是他曾经的南柯一梦，或许真的该放下了。若是不在乎他的过去，又怎会被因缘果控制？若是真的爱他，为何抗拒不了别人？原来两个人的爱情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这份感情不过是一场不愉快的回忆。人群中婆娑皱眉，子瑜是真的死心了，可为什么我感觉好难受？谭渊安慰道：“这是陆施主自己的选择，便让他自己去走吧。芳儿总是将婆娑看管得很严，饶是如此，婆娑还是能随处去蹦跶。毕竟皇权之主的名头也不是浪得虚名。”芳儿像是一个缺爱的孩子，将婆娑的实践中站得紧紧的。他试图折断婆娑的羽翼，将婆娑关在自己的牢笼中。只要婆娑在他身边，他便是开心的。只是芳儿开心了，绿意却不开心，谭渊也不高兴。自己喜欢的男人整天都痴迷着另一个女人，绿意能开心得起来就奇怪了。这日，芳儿去上朝了。琼花院外面的暗卫都睡得死死的，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叫醒他们。绿意提着一把青色的剑，跑来挑衅婆娑：“你和我打，如果你输了就离开王爷，如果你赢了，那我送你离开，这有什么区别吗？若是我不会武功呢？”绿意挑眉：“欺负的就是不会武功的，会武功的他比什么呀？那你就明白些，赶紧离开王爷就好了。我也不想伤害你。伤人可是有损阴德的事情，他才不会做呢。”婆娑问道：“你喜欢芳儿什么？”绿意的思维瞬间被婆娑带偏，当然是王爷长得好看，还聪明、善良、有担当。停！婆娑赶紧打断绿意的话，如果放任他说下去，说不定3天3夜都讲不完。世界上的俊俏男人多的是，更何况芳儿100年之后，你又该怎么办？因为容貌喜欢上一个人，若是那个人老了，长得不好看了，那不就可以随意抛弃吗？婆娑可不想自己的大侄子变成被随意抛弃的那个人。绿意似是没有听出婆娑话中话：“怎么会？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只要我喜欢的人，我就会一生一世都喜欢他。”婆娑摇了摇头，衣袖一挥，绿意面前出现了一个老态龙钟的男人。绿意被吓了一跳，连忙退后。老人颤抖地朝绿意伸出双手：“绿意，我是芳儿啊！”绿意直谏：“你别过来，你当真以为我傻吗？你是他变出来的。”绿意指着婆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有什么目的？”婆娑扶着芳儿靠近绿意，两人一步步逼近，绿意一步步后退，眼见着剑尖就要戳到芳儿的胸膛，绿意迫不得已地收回了剑：“你到底要做什么？帮你认清楚自己的心，让你看看，你到底是因为爱芳儿才爱上她的容貌，还是因为她的容貌才爱上芳儿？芳儿老了也是这个模样。若是你爱她，就不应该逃避她。”绿意狠狠地瞪着婆娑，也试图去扶住芳儿，可她的手伸出了一点点，便缩了回去。她无法面对一个步履蹒跚的芳儿，这不是她的英雄。她不想要和一个老头子生活，这不是她想象的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绿意狂奔而出，婆娑面前的芳儿也变成了谭渊。谭渊问：“你如何知道他喜欢的只是一具皮囊？”婆娑得意：“这当然是女人的直觉了。女孩子都喜欢俊俏的少年郎，就算是妖精都不例外。这个绿意不过是一个修炼了几百年的小蛇精，喜欢上芳儿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大侄子长得那么的好看，有的时候我都会看吃了呢，更别说一个小蛇精了。”谭渊挑眉：“哦，你都要看吃了？”婆娑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大耳光子，怎么能忘记了夫妻相处100条呢？一定不能在丈夫面前夸赞别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自己的大侄子都不行。婆娑赶紧讨好：“没有，当然没有，我心中谭渊永远是最好看的。
绿意只是肤浅的颜控，赶走了绿意。接下来只需要将芳儿的三魂七魄归位变好，婆娑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婆娑靠在谭渊身上，风吹乱了婆娑的发丝，谭渊将婆娑的发丝扯了回来，如此往复数十次。婆娑失笑：“你这么无聊的吗？”谭渊放开婆娑的头发：“只要你在我身边，怎么样都有趣。”奶奶的，王爷府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阁楼下面，一个小厮打扮的少年乱晃悠。婆娑示意，谭渊了然地躲到屏风后面。婆娑指尖一挥，定住的暗卫即刻恢复正常。暗卫气息未动，婆娑挑眉，看来这小厮身份也不简单，否则暗卫怎么会不将他清理出去？小厮偷偷摸摸地跑上阁楼，阁楼的楼梯本来就窄，婆娑还有意出去吓人。你在做什么？小厮被眼前突然出现的婆娑吓了一跳，整个人后仰，眼见着就要跌下阁楼了。救我！婆娑哦了一声，听话地将小厮拉住了。你没事吧？卓越有2个貌美如花的老婆，2个人各有千秋，但都没有眼前的这个姑娘漂亮。她莫不是看见天仙了吧？仙女呀，仙女！不，她可是地仙，不算天上的。你站稳了吗？站稳我就要放手了。卓越拉着婆娑的手，揉啊揉，一脸猥琐。没站稳呢，仙女，你多拉我一会吧。呀，我要死了！仙女对着我笑了，屏风后发出一丝细不可察的声响。卓越没有发现，婆娑却发现了。她抽出自己的手，色令智昏的卓越差点又滚下楼梯。婆娑急忙扶住卓越，关心道：“你没事吧？”卓越痴迷地摇摇头，他这辈子如果能娶到这样的仙女做老婆就好了。婆娑扶正卓越，笑了笑：“你是什么人？”卓越扬起头，一脸得意：“我是当今圣上的侄子，玉王爷。”婆娑挑眉：“哦。”卓越声调降了下来：“玉王爷最宠幸的，他身边的贴身小厮，卓越是也。”婆娑配合地长大了嘴。原来你是芳儿身边的最贴心的小厮啊！芳儿能知道玉王爷乳名的人可不多，还被玉王爷这样保护起来，难道是金屋藏娇？卓越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芳儿的女人啊。不过讨好还是可以的。奴才卓越参见王妃。卓越跪倒在地，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了闷哼的响声。婆娑无奈地扶起卓越：“我不是王妃。”卓越脸色一转，谄媚道：“姑娘长得这么好看，王爷对你还这么好，以后王妃之位定然是跑不了的。奴才也不过是提前拜了拜。少年别的不行，拍马屁的功夫倒是不差。你别胡说了，若是让有心人听见了，不但你要遭殃，我也跑不了。”卓越拍马屁向来都是杠杠的，姑娘放心，谁说是感动你？奴才绝对和他们拼了。奶奶的，我不动手，不知道是我谁？婆娑无奈的笑笑，这人还真的是会拍马屁呀。我不是王妃，也不是你们王爷喜欢的姑娘，这些话你以后莫要说了，要不然你真的会倒霉的。卓越突然满脸感动，跪倒在地，抱住婆娑的小腿，哭喊出声：“姑娘啊，自从我娘死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了。看见你，我就想到了我死去的娘亲。娘啊！”婆娑面部肌肉不停地抽动，她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反应。姑娘，你以后就做我娘亲吧。机智如她，如果认了这个姑娘做娘亲，那么王爷不就是她的爹了吗？哎呀，她怎么能这么聪明呢？暗处的影卫和谭渊眉角不约而同地抽了抽，这大概是个智障吧？是吧？你个狗奴才在干什么？婆娑从未用如此灼热的眼光看过芳儿，但是此刻芳儿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啊！再和卓越纠缠下去，他就要坚持不住了。卓越见到芳儿，赶忙放开了婆娑的腿。芳儿将一脸懵逼的婆娑抱在怀中，一脚踹倒了卓越：“你这狗奴才，莫非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如果之前卓越还将芳儿当作好朋友，现在却什么都不敢了。他明白芳儿是芳儿，但更是王爷，掌握着他的生死大权。
他当初怎么就相信了芳儿唬人的话，答应和芳儿做朋友呢？虽然现在他在王府的位置很高，如果是真兄弟，就算两肋插刀也无妨。关键是芳儿只是当他是一个消遣，识物皆为俊杰。卓越赶紧低头，王爷赎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婆娑安抚道：“你刚才误会了，他其实没有对我怎么样，而是……婆娑面露难色，到底有些说不出口。卓越心里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姑奶奶，求求你，赶紧说呀，不说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芳儿见到婆娑这个模样，心中怒气飙升，再次踹翻了卓越。你这狗奴才，你说刚才到底在干什么？卓越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扑到芳儿脚边，声泪俱下：王爷呀，刚才我见到这位姑娘，突然仿佛见到我死去的娘亲，心中油然而生一股亲切的感觉。这不，奴才就得意忘形了，想认姑娘做我的娘亲，没成想被王爷撞了一个正着。是奴才不对，奴才冒犯了姑娘，还请王爷恕罪。芳儿深知卓越的为人，狗奴才口中肯定吐不出象牙，到底是不是这样？婆娑无意为难卓越，笑着点了点头，确实是他说的这样，只不过添油加醋的严重了一些。听到婆娑的话，芳儿才笑了笑。好了，狗奴才起来吧。卓越如蒙大赦，但却不敢起来。芳儿挑眉，怎地？狗奴才，你可是觉得冤枉了？卓越连连摇头。王爷，奴才怎么敢呢？只不过奴才冒犯了姑娘，若是姑娘不愿意原谅我，我就不起来。婆娑哑然。好了，你赶紧起来吧，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不过是激动了一些。卓越这才起身，方才恨不得杀了他的芳儿脸上挂着痴迷的笑容。卓越心想，若是让他遇见这样漂亮的姑娘，他也会捧到天上去的。卓越看人的脸色可不是一般的厉害。王爷和姑娘还真是天生一对，世间少有啊，就和观音菩萨身边的金童玉女一样。婆娑想要纠正，却被芳儿按住了。芳儿低声说道：“姑姑，这人是他人派来的奸细，千万不可将底细透露给他知道。”婆娑无奈的点点头，反正就当作帮大侄子了。芳儿趁机拦住婆娑的腰，将人抱在怀中，怀中的人近在咫尺，香气扑鼻。芳儿忍不住沉醉其中。作为老司机的卓越，自然知道芳儿使得小把戏，只是看破而不戳破，已经是他美好的品德了。若是戳破了，恐怕他的小命也要完了。芳儿一个眼神，卓越便明白了。姑娘貌若天仙，王爷英俊潇洒，两个人真的是配得很，配得很。芳儿抱着婆娑受尽了卓越的恭维，心情大好。婆娑，不如今日我带你出去逛逛。婆娑瞅了眼屏风后的谭渊，不必了，我有些累了。芳儿眼神一变，抱着婆娑的手紧了紧。那我在这里陪你。婆娑赶忙拒绝，不用了，我们出去逛逛吧，反正我也好久没有出去过了。开玩笑，这里这么多人，他可一点都不想被人围观。卓越殷勤道：“奴才去给王爷姑娘准备马车。”谭元子啊，屏风后恨不得冲出去给做戏的两人一人一拳，可又害怕婆娑生气，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明明是他的媳妇，武力值很高，脑力值也不错的婆娑是不容易吃亏的。可谁让他遇上了一个腹黑到极点的芳儿呢？芳儿换了常服，拦着婆娑，身后跟着卓越，暗处还有一大批的侍卫。婆娑暗暗吐槽，这么逛街也够累的，只要是被婆娑瞧上一眼的东西，卓越自然会出钱买下。怪不得芳儿对卓越这么喜欢呢，就瞧着这股眼力劲，是个人都喜欢。婆娑一出来，就被热闹的街市给迷住了，好玩的东西到处都有，但他却很少见过。这下子就像是脱了牢笼的小鸟，彻底的放飞自我了。芳儿任由前面的婆娑飞舞，低声关心道：“刚才的两脚有没有踢疼啊？”卓越是何等机灵的人，换着法子讨好。疼，刚才真的很疼。王爷下脚还真是重啊。不过看着王爷开心，奴才就开心。只要能帮到王爷，奴才就开心得很。
方儿赞赏的点点头，算你机灵。我记得上次圣上赐下了一瓶伤药，回去赏你了。卓越赶忙谢恩，谢王爷赏赐。卓越瞧出来了，王爷是真的对眼前的美女上心了，要不然也不会这样讨好。不过眼前的美女可以绿意那小蹄子长得好看多了，怪不得一向杀伐决断的王爷都陷进温柔乡了呢。富贵险中求，卓越能从一个奴隶做到玉王爷身边红人的位置，最有用的就是他那张嘴和全身的机灵劲了。王爷若是想要一个姑娘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单单对她好还是不够的，他也是赌一把，毕竟比他家王爷的心机。若是说错了，明天他可能就要见冥王了。不过幸好卓越猜对了芳儿的心思。哦，你小子有什么话一次性道出来，不要藏着掖着。卓越眼珠子一转，王爷也知道我家里面的那2个都非常难搞，最后还不是被我拿下了。这女人嘛，都是虚荣的，只要给她足够的面子、金钱，哄着就能让她对你死心塌地。芳儿的脸色并不舒展，卓越知道这是自己没有说到点上，话锋连忙一转。不过嘛，这只是一般的女人，如果遇上那种对钱财都不感兴趣的，就要使出绝招了。芳儿追问：什么绝招？卓越试探道：生米煮成熟饭。这女人嘛，在乎都就那点东西，只要成了你的人，自然什么都不在意了。芳儿若有所思，卓越下了一把猛药。这举动虽然有些不堪，但我们这可是为了追求自己喜欢的姑娘，为了自己的幸福、爱情，这些都不是什么都不算事，最要紧的是今后对姑娘好一点。芳儿骂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此事莫要再说了。卓越看着芳儿潇洒离去的背影，一脸不屑，明明动心了，还要装作君子，放着那样一个国色天香的美人，君子能当几天啊？芳儿自从听了卓越的话之后，心中动了歪念头，但到底还是被自己那为数不多的良知给压下去了。你若是喜欢我，日后常常陪你出来。婆娑有意无意地问道：大侄子，你为什么不叫我姑姑了呢？芳儿扶着婆娑，神秘兮兮：姑姑，这里人多嘴杂，若是知道堂堂大周的王爷叫一个平民姑姑，岂不是给姑姑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不如日后我就唤你婆娑。婆娑虽然不相信芳儿的谎话，但是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难道他说不叫，芳儿便真的不叫了吗？开玩笑，他这大侄子可是一点都不好对付的妖。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句：杀了誉王狗贼，给我们死去的兄弟报仇！杀杀杀！人群瞬间乱成一团，不少暗卫被人流挤散了。芳儿将婆娑拉到自己怀中，对付着不断冲出来的人。那些人早已是亡命之徒，招招狠毒。芳儿护着婆娑，难免受伤，身后的剑眼见着就要砍到芳儿身上。生死危机时刻，卓越挡在了芳儿身后，这一剑下去，卓越的小命就别想要了。娘啊，我不想死啊！婆娑手指头动了动，那剑竟然偏了方向。眼见着身边的刺客越来越多，卓越大义凛然地挡在2人面前。王爷别怕，有我呢。如果能忽略卓越颤抖的双腿，这话倒是还有些可信的。很快刺客便到3人面前，这时竟听到有人喊：捉活的，我们用着狗王爷去换金大哥。刺客听了这句话，将3人打昏，连忙抗走。婆娑靠在芳儿怀中，脖子都有些酸了。可惜面前的那些人却不行动，害得他脖子还要继续酸。这姑娘长得可真够漂亮的。那当然了，王爷身边的女人有那个不漂亮啊？你们这帮家伙还称之为忠义之士呢？瞧着人家一个姑娘看什么？这是卓越的声音。婆娑倒是真的没有想到，卓越和这一帮人竟然是一伙的。毕竟刚才他可是舍命保护了芳儿的。卓大哥，辛苦你了。若不是你，我们都不知道这狗王爷会陪着姑娘逛街，更抓不到他。没事，没事，我也就只能为杨大哥做这点事情了。婆娑感觉到一只手快要摸到自己脸上，真恨不得立刻跳起来。你做什么？我这不是为民除害吗？
这女人跟着狗王爷，一定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我把她的首饰拆下来，给寨子里面的兄弟。刘老三，不要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你这不是坏了寨子的名声吗？我可警告你，这女人可是狗王爷的心肝宝贝，你如果动了她，以后天涯海角绝对没有你容身的地方。对呀，老三，你这好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这要是被金大哥知道了，看不要了你的命。婆娑不动声色地听着，却不防手心被人扣了扣，芳儿根本就没有昏迷，这不过是一场计策。那么卓越呢？好深的心机。婆娑继续装不知道。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后，卓越才跪倒在芳儿面前：“奴才冒犯了，还请王爷恕罪。”芳儿睁开眼，黑色的眸子入一弯深泉，看到不抵，一个不留。卓越心惊，一个不留。芳儿摸着婆娑的脸庞，心满意足。卓越瞬间就明白了，若是刚才芳儿还想要留手的话，现在就是真的要下死手了。都怪刘老三手贱，同时他也庆幸自己没有心生歹念，可他终究忍不住劝道：“王爷，寨子里面除过刘老三干过不好的勾当，其他的全部都是坦荡荡的汉子。王爷不如将他们收编，怎么还和他们有了感情？”卓越一下子跪倒在地：“奴才万万不敢，只是想要帮王爷招揽一些手下。这些人若是真的收服了，日后必定能帮助王爷。”芳儿将婆娑抱在怀中，玩着婆娑胸前的一缕头发。也罢，本王也是惜才爱才之人，这里的人除了刘老三，只要归降，倒也能为之一用。是不是男人都喜欢把玩别人的头发呀？谭渊这样，芳儿也这样，偏偏婆娑还要装晕，没办法醒过来。卓越不忍直视地转过眼，天哪，他应该将他的2个夫人带上的，好歹不用单方面被虐呀。他现在受的这是什么罪妖？猝不及防的额头上被贴上了一个温热的事物。婆娑脑中转了转，等他明白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暴跳如雷，一巴掌扇了过去，可是被芳儿握在手心。芳儿调笑道：“终于舍得醒过来了。”婆娑咒骂：“小狐狸，你刚才干嘛呢？”芳儿凑近婆娑身边，贪婪地闻着婆娑身上的味道，一脸坏笑：“你说我刚才干嘛呢？”婆娑擦了擦自己的额头，怒瞪芳儿：“你简直是没大没小！我可是你姑姑。”卓越耳朵动了动，他似乎听到了什么了不得事情了。不会杀人灭口吧？芳儿笑道：“又不是亲姑姑，这又有何妨？”卓越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舒了一口气，还好，脑袋保住了。婆娑知道自己认的这个大侄子是个小狐狸，但没想到这大侄子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他的身上。若是还不明白芳儿那冲破天际的占有欲是为了什么，婆娑就真的是傻子，是猪了。芳儿轻轻松松地抱住婆娑，2个人呼吸交缠。芳儿闻着婆娑身上檀香的味道，痴迷不已，就像是吸食午时散的人一般，贪婪可怕。姑姑，别想离开我！卓越不忍直视地别过眼。他原本以为自家王爷属于禁欲系的，谁知道荡起来他都比不上啊！婆娑皱眉，想要推开芳儿，却发现自己竟然用不上力气。婆娑大惊：“你做了什么？”芳儿凑近婆娑，只差一点点就要亲到婆娑脸上。“没做什么，只是希望姑姑留在我身边而已。”婆娑肯定道。“你见过弱水？”芳儿笑了笑，冰冷的唇吻在婆娑脸颊。“姑姑放心，只要你乖乖地留在我身边，弱水的事我替你解决。”婆娑皱眉：“你根本不是芳儿，你到底是谁？”芳儿笑了笑，不遗余力地吃豆腐：“姑姑，我是你的大侄子啊，只要你乖乖地待在我身边，若水我会帮你收拾。你身边的那个和尚，我也不会伤害他。但是姑姑，你若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不要怪我无情了。”婆娑哭唧唧：“大侄子，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是威胁我！你留住我的躯体有什么用啊？我的心不在你身上。”芳儿摸着婆娑的脸，继续吃豆腐：“姑姑，我还不了解你吗？温柔善良，最要紧的是心肠软。你这个笨样子，
我怎么能忍心让你被别人伤害呢？卓越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自己王爷这是要强取豪夺呀，这样追姑娘是没有前途的。不一会，大门便被打开了，跪了一地的人。王爷恕罪，王爷恕罪！整整齐齐的一地人，如同冒了尖的萝卜头。婆娑忍住想将他们一个个拔起的冲动，芳儿不动声色地扣了扣婆娑的手心，对着一地的萝卜头吩咐道：“将愿意留下的交给锦将军处理，不愿意留下的，按照他们的罪责大小处理。对了，其中有一个刘老三的，杀了他。”婆娑还要说什么，却被芳儿按住了嘴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刘老三杀人运货，无恶不作，你要阻止我吗？婆娑明亮的大眼睛眨了眨，他不是谭渊，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渡人。在他的认知中，一个人若是犯了错，就应该受到惩罚。芳儿安排完所有的事情，拦腰将婆娑抱起，地上的萝卜头整齐划一地抬了起来，却被芳儿一个眼神瞪了回去。好可怕，好可怕！王爷的眼神好可怕呀！婆娑抗议无效，芳儿光明正大地将人抱了出去。婆娑觉得丢人极了，又躲避不能，只能将自己的脑袋埋在芳儿怀中。你快点放下我！芳儿威胁。你最好乖乖的，你如果再动的话，我就亲你了。芳儿瞧着是个瘦弱的少年，可是力气一点都不小，将婆娑从宅子抱到宅子外面，轻轻松松。马车中蹭着柔软的垫子，婆娑原本挺高兴的，可芳儿突然出现，原本宽敞的马车变得窄小，甚至有些炎热。婆娑躲呀躲，就是没有躲过去，只能开口转移话题：“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我身上的灵力全部压制了？”芳儿将婆娑逼到马车角落：“你想知道吗？”婆娑连连点头。芳儿盯了婆娑半天，最后才调戏道：“你亲亲我，你亲亲我，我就告诉你。”婆娑一巴掌扇到芳儿的俊脸上：“你给我一边去！”芳儿当真委屈巴巴地跑到了马车角落。婆娑呆了半天，没听到芳儿的动静，回头就看到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委屈地瞪着自己，就像是一只饱受折磨的小狗看到了主人之后害怕却不敢靠近的眼神。婆娑的心啊，一瞬间变软了。可心软是一回事情，威胁又成了另一回事情。大侄子，我警告你，你最好是放了我，要不然的话，我……芳儿扑倒婆娑，近在咫尺的俊脸，邪气非常。你就怎么样？婆娑生气地偏过脸。孟婆，人间好可怕，我再也不去人间了，我要回黄泉。芳儿摆正婆娑的脸，戳了戳婆娑肉嘟嘟的脸蛋，就好像是逗弄一个兔子一般。别生气了，大不了以后让姑姑欺负我，我再也不欺负姑姑了。婆娑重重地哼了一声，嘟囔说：“不欺负我，那你别戳我的脸呐，坏蛋！”芳儿掩饰地将自己的手背了过去。嗨嗨嗨，这都怪姑姑的脸实在是太嫩了，我舍不得放手。婆娑哼唧唧，使用怀柔政策：“大侄子，你看我这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吗？想必你也知道弱水在人间的危害，所以啊，大侄子，为了天下苍生，你是不是该贡献出你的一份力量，人间才能更美好哟？”芳儿似乎真的在思考，婆娑感觉还是有些希望的，欣慰地拍了拍芳儿的肩膀：“看来大侄子你还是良心未泯呐。”芳儿露出自己的一口大白牙：“姑姑，你想多了，我只是在想回去怎么收拾那个和尚。谭渊，你不能伤害谭渊！”婆娑急切地拉住芳儿的衣袖：“谭渊，他是好人，你不能伤害他。”芳儿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姑姑当真这般在乎那个和尚？婆娑知道自己是惹到了芳儿，乖乖地开口为谭渊辩解：“我在乎不在乎不重要，重要的是谭渊是实事修行的和尚啊！你若是伤了他，佛家能放过你？到时候倒霉的可是你。”芳儿听到婆娑话中维护自己，脸上的神色才变了变，将婆娑抱在怀中，语气狂傲：“就算是佛祖来了又如何？他又能奈我何？”这么装逼的人，婆娑还是第一次见到，颇有些无言以对的感觉。老天知道，
他这一辈子只想将若水带回黄泉，然后平平静静地谈冤过一辈子，完了乖乖地去做他的黄泉之主就好了，其他什么的都是浮云了。可这好死不死的冒出来的大侄子是怎么回事啊？原本以为大侄子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因着他的一声大侄子，他帮他驱了身边的妖孽又何妨？可是现在看来，这大侄子的身份一点都不简单呐！敢和佛祖叫板，就是欺负佛祖脾气好吧？芳儿揉了揉婆娑的脑袋，别胡思乱想了，反正今后你是怎么都逃不开了。姑姑，你只能是我的妻子。婆娑怒道，使不上法力，难道还不能用蛮力吗？婆娑手脚并用，芳儿也不闪躲。好在婆娑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吓唬吓唬而已。马车外的卓越瞪大了眼睛，瞧着马车中的动静。马车上也行，身边的侍卫也是一脸的惊叹。我要有这么绝色的美人，我也忍不住啊！芳儿不反抗，婆娑也没劲。放开了手，卓越再次瞪大了眼睛，甚至比牛的还要大上一些。王爷这么快，真的好快呀！马车里面的芳儿，她可以出去弄死这帮狗奴才，对吧？对吧？婆娑灵力被困，但听力还是可以的。她不耻下问：“他们在说什么呀？你好快是什么意思？”这次芳儿的脸色彻底变成了黑锅贴，这是对她男人尊严的挑战。故事未完待续，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